啥？让芝芝替你闺女嫁人？大哥，芝芝才7岁呀，你咋做得出来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长得就是一颗狼心。好歹芝芝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大伯，你怎么能干出来这种畜生事儿啊？哎呦，什么叫我干的是畜生啊？芝芝已经跟秦念有了肌肤之亲，失了清白，不嫁给他还有谁呀？作孽呀！7岁娃娃能有什么坏心思呀？1个时辰前，他爬树摘野果子，不小心摔下来，两人脑袋咣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一起，他磕晕了。绑定成功噻！妖妹系统为您服务，下面为您推演未来事件。宿主爹爹坚持拒绝宿主替嫁，大伯怀恨在心，基民暴动指数上升80%。敌对 NPC， 宿主大伯联合灾民进村，触发宿主被吃事件。至此，宿主监护人生理机能逐步下跌，直至生命系统终止，器官衰竭。是堂姐让我爬树的，说那棵树上果子好吃，我踩空了，才不小心砸到了秦哥哥身上。我就说嘛，这么小，秦家那小子应当没那么变态的。方老大也是，多大点事儿，说的和有什么内情似的。闺女，你这是磕哪儿了？这是没摔坏吧？感觉哪里疼？来，让爹给你瞅瞅。呀，我没事儿，哪里也不疼。啊，没事就好。不管怎么样，这古人云男女7岁不同席，咱方家的声誉绝不能丢，芝芝必须嫁。你他妈放屁！来，你告诉我，一家子全他娘的都是你腿子，要什么声誉？说的倒是怪大意的，真当别人是傻子看不出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哼，你方今无非就是嫌弃秦家小子瘸了，你舍不得自个儿家的闺女，才来算计老子的闺女。方今早些年欠了秦家一个人情，所以和秦家定了娃娃亲，本是个双方都满意的事。可谁也没想到，秦家小子打猎摔断了腿，很难治好。三弟，你也不想想，你闺女怎么配和晴雅比呀？人家晴雅可不是一般的村姑啊。半年前，伯府的护卫找到他们家，说是当年抱错了孩子，方晴雅才是伯府真正的千金。自从那天以后，就把抱错的闺女宠上了天，就等待贵人接方晴雅进京。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他方晴雅在老子这儿都比不上芝芝的一根手指头。你若是看不上秦家这门亲事，大不了就退亲，少他妈在这儿乱盘扯人。三叔可莫冲动，芝芝迟早要嫁人不是？秦家虽然光景不如从前，先委屈妹妹嫁过去，用不了几年，等我以后回了家，到时自然会拉拔堂妹一把。这高门大户千金规矩繁琐，要是我被接回京，却传出退过妻，那可就难有好婚事了。哼，不过是个10岁的丫头片子，说话口气倒是挺大的。可不，这小丫头片子还要拉拔堂妹呢。堂姐上辈子是个算账的吧？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让我替你嫁人，还得反过来倒欠你个人情呗。哼，我闺女我自己能养好，还轮不到个外人操心。哼，三叔一家真是不识好歹。爹，自古以来长兄为父，我身为大哥就把这话撂这儿了，退亲不可能。咱们方家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家。哼，老三你也别胡闹了，芝芝嫁到秦家这事儿我定了。哎呀，这侄女的心眼子是真多呀，就是不知道她不愿意退亲是图个啥。哼，说的倒是大义凛然呢，不就是不想嫁女儿，又舍不得秦家给的10两彩礼吗？卖侄女儿，哼，说的那么好听啊，不愧是读书人呐。秦寡妇那么大方呢，娶个儿媳给10两，真的假的呀？这方金这次着实是太不厚道了。读书人那弯弯绕绕就是多，什么男女大防、重信守诺，原来是图钱呢。还是头一次被这么多人指指点点，还都是他平日里看不起的泥腿子。我说三弟啊，你平日里偷懒耍滑我都不说什么，但可不能因为你是这种人，就把你的龌龊想法全都污蔑到我身上来。此等想法那未免太过俗气。这个道貌岸然的大哥，我真想打死他。爹，你蹲下，我有急事和你说。男人顿了顿，配合的蹲下身。方南之嘀嘀咕咕的把系统给他看的那些画面全都说了。方童半信半疑，不能拒绝，我不想爹死。好，爹答应你。虽然不知道闺女说的是真是假，但是以大哥的人品，他是真的有可能干这种事儿啊。大哥这种人心眼比针都小，不是你让着他就能不得罪的。哎呀，
我这好堂妹八成也是动了嫁过去的心思。哼，毕竟秦妍腿没出事前长得极好，村里好几户姑娘都惦记着呢。先前装模作样，也无非是为了多图些利益罢了。古人小孩就是早熟，小小年纪这么心机。三弟，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和秦家的亲事已是板上钉钉了。我闺女才7岁，不可能替嫁，芝芝的婚事儿你想都别想。但是我也有法子不毁了两家的约定，只要那10两银子不，只要约定不毁就行。不过我还是要亲自见见人。方彤拉着闺女回屋。哎，各位乡亲们，没事就都回吧。啊！恭喜宿主抽到某盼小面包1包。面包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好像可以吃。方彤关好门。爹打算好了，爹入赘秦家，咱爷俩啊照样能够远离方家。对啊，爹爹好聪明。嘿嘿，那是。闺女，你和爹说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系统的那什么事儿，那到底是真是假呀？当然是真的。系统哥哥刚才还让我抽奖，抽到了面包。系统告诉我，那可是好吃的，我还没来得及吃嘞。刚有想法，一袋突如其来的小面包闯入视野。你看，只见那小手上的物体呈黄色透明的包装，撕开外皮啊，里面那块才能吃啊。不一会儿，在系统的引导下，面包袋子成功被撕开，空气中布满了面包的甜香与浓浓的奶香。爹，一人一半。面包松软，入口甜香。从未想过，这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美味的东西。等一下，爹，系统哥哥说那白纸是纸，不能吃。没事儿，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面包就半块，很快就吃完了。既然那个什么系统能够凭空变物，这对方只怕是神仙。既然如此，方家绝对不能带，毕竟怀璧其罪。芝芝啊，此事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绝对不能有外人知道，明白了吗？记住，不管和旁人的关系再好，那也不能说，否则呀，咱们父女俩都会被当成怪物活活烧死的。人的嫉妒心有时候比鬼还要可怕。爹，你放心，我保证不说出去，这是我们的秘密。方家是没有晌午饭的，只有朝夕2食，饿就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三弟啊，我已同秦家那边说好了，今天下午就去相看，你们也不好让人家久等，快走吧。方彤坐在凳子上，没有半分要动的意思。不是，他不会真后悔了吧？三弟，有事你就说呀。这中午没吃饭，秦家又太远了，走路都没力气。哎，对了，我记得厨房还有个鸡蛋，对吧？小半晌后，三弟快吃吧，啊，吃完了好赶紧去秦家。方彤毫不客气，扒了鸡蛋掰成2块。南芝啊，快吃！馋鬼托生的，这鸡蛋明明是我给当家的补身体的，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当家的可是读书人。好了，娘，大家都是一家人，哪能分什么你我？也不仔细想想，和10两银子比，一个鸡蛋算什么？好了，走吧。爹，你偷偷刮胡子了？嗨，你这孩子，什么叫偷偷啊？那要来入赘了，可不得好好捯饬捯饬自己啊！芝芝，你给爹瞅瞅，怎么样？如何？变俊了。他方三叔来了，快进来喝杯茶。秦婶婶好。这小丫头可真精神啊！走进屋内，方南芝的视线和轮椅上那小少年不约而至的对上。前不久，他被一个自称为长子当家系统绑定，说做任务成功后奖励1袋小面包。此事荒诞至极，但他信了，所以他救下了方南芝。任务完成，可奖励却一直没给。啊，你们先坐。说完，又出了房门。这一路可热吧？来，你们爷俩喝点水，润润嗓子。是糖婶。如果不是秦小子断了腿，那大哥还真的是找了一门好亲家呀。亲家呀，今儿有这么个事儿，那我也就直说了。我大哥打算让方清雅和我闺女换亲，让我闺女嫁到你家来，这样呢也就不算失约了。你们娘俩咋想的？那不成，这事可不成啊！要是我没记错，你家丫头才7岁，我家再怎样也不至于坑个7岁小姑娘啊。你儿子这腿又治不好，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养个童养媳伺候着，不是更好吗？不好，既然不想嫁，那2家直接退婚就是，我也不会死缠烂打，你们也不用搞这么麻烦。好歹是个当爹的，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女儿呢？不会，这方家老三是个变态吧？定好的婚约确实不好言而无信，不过我闺女年纪小，干不了童养媳。童养媳在男方家的地位极低，圆房之前算不得家妇，只是换个名称的廉价的劳动力。不过我人老脸皮厚，我能入赘。一向情绪稳定的母子2人此刻嘴巴都惊讶地张开了。先别急着拒绝我啊，
你们娘俩仔细想想，咱们呐这目光得放长远一点。我这入赘以后好处可多着呢。一呢是这家里多了一个男人，就等于多了个顶梁柱。这些年他家没少被村上光棍骚扰，好在儿子长大了，那些人才有所收敛。可随着儿子断腿，那些不怀好意目光又来了。这第二呢，我是带闺女入赘，而不是娶妻，这就相当于我们爷俩啊跟方家断了亲，咱们今后啊就是真的一家人了。这样你俩也就不用担心被吃绝户了。这方家老三是个狠人呐。方南之还等着自家老爹说第三个好处，等了小半晌。这第三嘛，我爹长得俊，爹爹是最好的爹，让我爹入赘，你们肯定不亏。哎，对，这第四嘛，我闺女乖巧可爱又聪明，等于你呀又多了个闺女，你们也不亏呀。秦燕眸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不是我诓人啊，这眼下正在闹灾荒，现在还没什么，等真把人饿急眼了，即便是同村，那也是靠不住的。而你们家还有一些家底儿事儿，这村里人都知道。乱世他也听说过，易子而食的事不在少数。而且儿子现在坐轮椅，自家没有一个壮劳力，又有银子，可不就是肥羊吗？我的娘，此事不能随意，必须当心引狼入室。方三叔，咱俩单独谈谈。丫头，这些杏啊都洗过了，你尝尝。方南之也不客气，小手直接拿了一颗放入嘴里，果肉甜中带着清香，果皮却是酸酸的。这皮啊是有些酸，你吐出来啊就放到旁边。方南之乖巧点头。喏，婶婶，这个给你吃。这是他刚找系统拿出来的面包，他特意让系统帮忙把包装去掉了的。小姑娘教养好，他是挺喜欢的。方三叔，您方才说的好处，看似我家占了你便宜，实际上三叔您在方家也处境堪忧吧？是。嘿，这小崽子还挺聪明的嘛。那你入赘后是两方各得其所？秦小子，你这话我可就不认同了。这入赘以后是两家成一家人，这可不是做买卖。对于一家人这三个字，秦燕半信半疑。我知道我方老三在村里名声不好，但对媳妇儿孩子这一块，你可以打听一下，这十里八乡的都挑不出我的毛病。4年前村里孩子抢方南吃的糖，方彤连着1个月套麻袋揍孩子爹，逼得人家上门道歉赔了1包糖。2年前小丫头挖野菜摔倒磕到了牙，方彤愣是把绊倒闺女的小石头给找回来了，打磨成垫脚石铺门口，天天踩出气。能对孩子好的人坏不到哪儿去，但这事不能躲，不能把自家的性命和未来掌握在别人手中。但方彤刚才在前屋说的一番话是对的，在荒年他们家就是待宰的肥羊。若要入赘，我有2个条件。第一，我要当家2年，主管家里的银钱，这点要找村里族老立下字据。第二，我替娘要一份和离书。一旦他母亲过得不好，他身为儿子就能让这份和离书生效。至于银钱，他可以接受双方对半分，算是方彤护住他们母子的报酬。行，我答应你。娘，成亲咱就不办酒了，明天找村长和族老见证下。至于彩礼，还是说好的10两。成，按你的安排来。不过银子不用给方家了，给我就成。娘，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就一个要求，对我儿和我好就成。那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照顾你们娘俩。成。那我先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和他们说说。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小小当家人成为当家人，签下契书成为当家人，完成奖励老母鸡1只，健康值加10。什么骗子系统，什么狗屁任务？宿主，上个任务的奖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是我没有做好，但除了物质奖励，我们还有健康值呢。只要宿主做任务积攒的健康值足够多，就能够让你的腿恢复，重新站起来。让腿恢复吗？彼时方家家里的氛围也不同往日，金哥为了避开方彤，特意方家老2口都下了地，就是怕他因这替嫁的事儿找他们做主。也不知道老三能不能和秦家谈成。夕阳西斜，院门口终于出现了一大一小2个身影。哎，三弟，跟秦家谈得如何呀？旁边方老爷子和方老太太也期待地看着他。啊，原来大哥让我闺女去当童养媳这事儿，爹娘都知道啊。秦事儿啊，谈妥了。好呀，好呀，爹就知道你肯定是顾全大局的。南枝丫头嫁到秦家也是一门好婚事。对了，秦家那边定日子了没？啊，他们说了，明儿啊就去找村长和族老见证我带女儿入赘秦家。全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爹啊，儿子这也是为全家好，这眼下闹灾荒，我带闺女走了，也给咱全家省了口粮不是？
所以啊，爹娘，你俩也得表示表示，别人家嫁闺女都有陪嫁，儿子很快都要嫁到亲家了，我也得要有陪嫁不是？逆子呀，你脑子被驴踢了，去入赘亲家，家里容不下你了。容得下你们还算计我闺女啊？我闺女才7岁，你们是怎么想得出来让她替嫁的？她方清雅不想嫁的人，凭什么让我女儿去嫁呀？我闺女欠她的。哼，话再说回来，我那假侄女倒真不愧是我大哥养大的，是一样够狠啊！你腿子就是没教养，说话这般粗俗。与这样的人计较，只会降低自己的格调。大户人家的千金婚事也都是由着家中长辈定下的，既享了家族给的好处，那便该为家族做事。三叔从没读过书，会这么想也正常。这话看似不与之计较，实则又贬低一番方童。方南之看着他那高高在上的神态，只觉胸腔里一股气憋闷着，系统里的种种画面又犹如实质。这口气他憋好久了。事实证明，这招不仅对男的管用，对女的同样有用。伸手去挡，又给了方南之可乘之机。他直接单手拽着堂姐胳膊，小拳头抡起来，一下一下朝着对方脸上砸。让你算计我，全世界就你聪明是吧？又想拿钱又不想嫁，美不死你了。姐妹俩厮打一起。你撒开我女儿！那个，行了，南芝，别打了。听见老爹发话，立马站起来往后退。哼，还想拉偏架？你不过是一个炮灰，也敢打我！方晴雅是半年前穿越过来的，刚好赶上伯父认亲。作为23世纪的女性，有丰富的看小说经验，方晴雅觉得自己拿的是真千金爽文剧本，方家这些人就是纯炮灰而已。打你怎么啦？你不是要装端庄恬静吗？让我看看我们的千金小姐怎么和疯婆子一样。够了，都别闹了。你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带着女儿入赘，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方家？你大哥还是读书人，你是烂了心肝，故意坏他名声。以后考中秀才，他被人传有个入赘的弟弟，哪能抬得起头啊？哼，都到这时候了，这心里还是只有大哥，爹的心还真是偏到天边去了。哎，爹，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带闺女入赘，那算是和家里断亲，咱们都不是一家人了，那还影响个屁啊！反正老三偷奸耍滑，在家里不干正事，有没有他都一样。你个没出息的，想入赘，除非等老子死了。嘿嘿，那快了，家里的粮食也见底了，再过半个月啊，咱全家都能一起扎脖子饿死。哎，爹，您先消消气儿，听儿子一言。老三入赘这事儿啊，没什么不好。眼下都什么时节了，你也清楚，入赘了总是多了一个活路嘛。我读书的时候可就听同窗说过，不少大家族也是树大分支，让他们各奔前程，也是为了多方面有路子。他不懂什么树大分支各奔前程，他只知道家里男人多，壮劳力就多。就好比说啊，我一个同窗的家里，也是家里3个兄弟，他家是书香世家，老大却不善读书，去学了武，如今凭借自己的努力混到了金吾都督长。老二也是我的同窗，擅长读书，成绩极好，日后必然能上官场。老三呢，也是个不善读书的，武功也学不好，但他善于经商啊，赚来的钱用来给2个哥哥打点官场，2个哥哥仕途顺利后，也反过来护佑他的生意。这3者相辅相成，只会越来越好，一家子如今都兴旺起来了。方老爷子似乎也陷入了自家慢慢兴旺的幻想中。所以啊，爹，3弟分出去也未必是坏事。老大，你一向有主意，爹信你。老三想入赘，别入赘吧，日后别忘了扶持自家。当他傻呢？人家3兄弟互相帮扶，是家里对3人都培养了，他家呢，恨不得压榨死他和2哥，好供养大哥。不过吧，老三好歹也是爹娘生一场养一场，您老也不能平白就没了个儿子呀。孩儿他娘，你的意思呢？三儿啊，当年娘生你差点大出血，直接还落下了病根儿，娘不容易呀。虽然早已习惯，但到底还是有些伤心。哼，秦家彩礼还是10两，明天办完事就给。不过我的陪嫁，你们打算给多少？陪什么嫁呀？不给，没有。行，爹说不给就不给吧。只不过没有陪嫁，儿子嫁去了秦家，那也抬不起头来，那我就不入赘了，还是在家好啊，在家连活都不用干。至于秦家那边，不如还是让大侄女去吧。哦，对了，我可是和那边直说了啊，大侄女嫌弃秦家小子，也不知道秦家还愿不愿意要她。
方彤居然这么抹黑他的名声。哎，三弟，爹只是一时气糊涂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有话好好说嘛。不是，反正不给嫁妆，我就不入赘了。对，爹带我个拖油瓶入赘，本来就让人笑话，还没嫁妆，那不得被人欺负死？爹爹不嫁，不嫁。给嫁妆，那我要5两银子。那不行，那我不嫁。除了银子，别的都好说。两人好一顿唇枪舌战，最终结果是三房现有的被褥方彤拿走，粮食是不可能给的，但是分到了一亩水田。方南之和二伯的肚子同时发出了饥饿抗议。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先吃饭吧。吃完饭，方彤拉着方南之，方南之拉着二伯，三人一起回了屋。方姨因为小时候发烧没及时治，导致现在智力只有5、6岁，才走进屋，方南之便狗狗祟祟地关好了门，而后假装从怀里掏东西，实则在系统那里兑换出了3个去掉了包装的小面包。那咱们仨一人一个。芝真厉害，好吃。吃吧，以后也有的吃。哎，不过这事儿，二哥，你可千万不能告诉给其他人，记住了啊，任何人都是，否则呀，你以后就再也吃不到面包了，明白吗？我明白，我不说，我谁都不能说。二哥虽然傻，但从小就照顾他。二哥，以后我和芝芝就不住家里了。方银咀嚼面包的嘴一下顿住了。二伯，别哭，虽然我和爹爹搬出去了，但你以后可以去秦家找我们玩呀。对，以后吃不饱啊，或者家里谁在打你，你就来秦家找我们。好，到时候我一定找你们玩。方银固然难过，可父女俩一打岔，转头便忘了伤心事，不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了。二伯，方银依旧睡得深沉，可以行动。小半晌后，父女俩借着微弱的月光，数着手中东拼西凑在一起的私房钱。爹，你是打算给秦婶婶打簪子吗？他看以往村里别的人家结婚，新娘子都有一个银簪子，这眼下呀闹着灾荒呢，这银簪太惹眼，不合适，先留着，等以后啊，我再给你秦婶婶打一个。说完，小心地把银子包好，放进礼仪贴身缝的袋子里。床上，父女俩都睡不着。乖，别怕，无非就是以后多了个娘而已。记住啊，你亲娘你也不能忘了。黑夜中，方南之顿时没忍住红了眼。明月高悬又落下，一家子都早早的起来，简单的吃了碗稀薄的野菜粥。方老爷子和方金便准备跟着老三父女俩一起去秦家。走出门时，方彤看了眼依旧在堂屋坐着的老太太，他娘懦弱一辈子，依着他爹说啥是啥，如今这是送嫁了，到底也没露面，只是看了一眼，他便迈步继续朝前走了。方彤，你确定要入赘？嘿嘿嘿，没法子嘛，大哥孩子多，家里口粮要没了。那些都是次要啊，主要还是三弟妹没了时间久，三弟也该有打算了。真有这个打算，那也是该娶媳妇，哪有男子愿意入赘的？成，那咱们就立婚书了。确认了句，便有人着手开始准备婚书。在双方祖老的见证下，双方都签了字。这边婚书才刚定下来，坐在轮椅上的秦燕便又掏出文书，上面大致写清了，秦家由秦燕当家，由他掌握家里的银子和花销。老三，你签了这个，以后家里就都是秦小子当家了。有人观察着方彤，好奇他会不会因为尊严翻脸。秦小子当家。出乎所有人意料，方彤点点头，很是痛快地签了名字，盖上手印。老三呀，以后咱也算是一家人了。我这侄媳这么些年独自一人把秦小子拉扯这么大，全族都看在眼里的，如今也算是有个归宿。今后啊，你们可得好好过日子。是啊，老三，夫妻俩吵吵闹闹的也是正常，只要其中一个人让着些，便是长久之道。各位族老请放心，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绝对不会有惹媳妇儿生气的时候，一定和媳妇儿把日子过好。这还没过门呢，还有这么多人，他倒是先叫上媳妇了。秦小子，这彩礼你看？不是，方彤不要脸就算了，怎么方老爷子这个当爹的，彩礼这2个字说的一点不害臊呢？彩礼？各位族老，眼下灾荒，家中成亲就不办酒了，方三叔直接就搬进家来，办酒的事儿等以后日子好过再论。何该这样？那可不嘛，现在家家都不好过呀。好在我家还给了我这个出嫁的儿子一点嫁妆，陪嫁1亩水田。刚好村长你也在这儿，记得把那个过户文书给我办一下啊。故意这时候办过户，可不就是防着他呢吗？等一下，水田？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方氏族人的地，哪能都不和他提前商量一下。九爷，老三这么些年过得不易呀，这回入赘，家里人都心疼他，这不给他分了块地，辛苦村长，今儿个再给老三一并把这地给过了户吧。分地又不是啥好事，看方金的模样，竟比方老三这个得到地的还着急几分。方九爷神色莫名，他是对这个决议有些不满。不过方金这个读书人都站出来说话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无人反对，村长自然很快把田地过户的文书一并签字按了手印，等待过后再去衙门那边盖章，才算成了。各位族长都辛苦了，来喝点水润润嗓子。热水已经晾温，几人喝了水，又象征性的以长辈身份嘱咐了几句，便相继离开。送走族老和村长，方老爷子却是没有要走的意思。不着急，爹，旁的事儿等我回家再说，儿子还得回去收拾行李呢。哎，爹，先回家吧。族老们才走了没多远，而且现在还是在秦家，要是和方童当着人家面撕起来，着实丢脸。成，三儿，你东西不少呢，趁早回家收拾。那我去给你找几个筐，背起来也省力一些。不一会儿，带着几个摞在一起、大小不一的筐回来了。你们看看这些，哪个方便就拿哪个吧。银子拿来吧。嘿嘿，爹，这银子怎么分，可还得好好算算。分什么银子？不是说好了10两都给家里？我告诉你啊，你别想打这银子的主意。屋子里没有回应。不一会儿，方童从屋子里出来，手中拿着一张薄薄的字据。爹啊，你可看清楚了，当年家里给我娶媳妇儿没钱出彩礼，可是立过字据承诺过的，说日后有钱一定给我补上。当年给大哥娶媳妇儿那就是10两彩礼。爹啊，我知道您一向是最公平的，所以给芝芝娘的彩礼也该是一样的，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今儿啊，字据给您，银子归我，刚好顶那10两彩礼。你啥意思？想独吞呀？儿子可没这意思。我倒是想问问爹，您是什么意思？莫不是不想出以前给我娶媳妇儿的钱了？那给大哥多少钱都能给我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出呗？您这就是偏心。三弟啊，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了。三弟妹都走了这么久，他以前都不计较。切，旧事怎么了啊？旧事就能不计较了？亏的不是你，你当然大度。当初可是都立了字据的，这事儿啊，当时族里人都知道，不然咱们一道去问问。当年方银和方童都到了成婚的年纪，方银是个傻子，不给娶媳妇也行，但方童不行啊，他又不傻，各种闹腾。当时村里来了伙逃荒的，那家人闺女生得貌美，方童一见倾心，便闹着要娶。家里不同意，他就连续半夜敲方金和方老爷子房门，振振有词地说看不得他们搂着媳妇睡觉。如此反复，给两人气的是小半个月没睡过好觉，打又打不着，骂又骂不听，唯一的办法只能去议亲。那时方金要去考童生，钱都给他备着，没有余钱出彩礼，最后经两家协商一致，写了欠条，算是欠个彩礼钱。那家人不图钱，就是留个条子给闺女，让她有个傍身的，别太被欺负。进门后，老三媳妇也一直没要过这笔钱，这事儿慢慢被遗忘了。谁想到今个突然被方童拿出来说，眼看着方童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父子俩去了角落，嘀嘀咕咕商量了好半天。三儿啊，你冷静冷静，莫说那些爹偏心的混话。当年你娶媳妇儿，实在是家里拿不出钱，可不是不给你出。老大媳妇儿是秀才闺女，所以彩礼高了点儿。咱村里正常嫁娶彩礼都是3两，那10两银子你拿去3两，就当是之前的彩礼。那可是3两银子，若不是大儿子劝说他莫要惹急了老三，闹大了他们不占理，他今个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的。大嫂是秀才闺女，你们也别忘了，我媳妇儿还识文断字呢，那一点都不差。当时岳父家虽然是逃荒来的，但周身气度可不俗。那家人连户籍文书都没有，流民而已。老三，我劝你一句啊，见好就收，别再胡搅蛮缠了。嘿，大哥，您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啊，当年给我娶媳妇儿1毛不拔，省了银子供你读书。如今我入赘得了彩礼，还得孝敬大哥。哼，你是真当我好欺负啊？三儿，三娘求你了，家里实在缺钱。三娃，你是娘看着长大的，看在娘生你的份上，别闹了，成吗？对上那双眼，方童心头有些发闷。他其实心里也清楚，方家人都是记仇的性格，他入赘不给家里一点好处也不行，可他娘竟也跟着一起逼他。成。小时候他总跟人打架，回来爹揍他，大哥训斥，只有娘借着月光给他缝补破了的衣裳。或许就是这点微薄的母爱，让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期待。
他从怀中掏出6两银子。行，当初大哥娶媳妇花了10两，我如今只留4两，当做当年你们欠我的彩礼。爹和大哥，如果你们还嫌少，那现在咱们就去找族老们一起说道去。好，银子也给你了啊，今后3弟可莫要再说爹偏心的话了。方老爷子冷哼一声，不愿再看老三，大步走进屋里。方老太太紧随其后跟着进去。爹，我会陪着爹的，爹永远是我的家人。好，还有小孩子家的，别想那么多，爹早就想离开了。其实没什么特别多能收拾的，父女俩一人1床被子，2件打满补丁的衣服，还有这些年方童给闺女买的头花，多余的东西一点没有。直到走出大门，方家没有一个人出来送。天气炎热，人心却冷，方童心中那若有若无的线，在迈出门的那一刻彻底断了。哎呀，方老三，听说你入赘到秦家了，这是往秦家搬东西呢？是啊，怎么，刘大娘，你儿子也想入赘啊？没有的事儿，你可别瞎说。老三呐，你也太想不开了。你大哥以后读书当大官，你可沾不上光喽。方老三懒得搭理。大雨后，家家户户欠收，眼下虽然有陈粮吃着，但也撑不了多久。有成算的人家都想法子挣钱买粮，闲出屁的人才来这儿八卦。秦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奖励我真的下凡了。呵呵，骗子，滚出我的脑子！是了，他又一次相信了系统，结果这次完成当家任务，又没拿到奖励。呵呵，虽然这次的奖励发放出了点差错，但是你的健康值成功涨了呀。不信你摸摸看，腿是不是有知觉了？秦燕将信将疑，这才伸出修长的五指捏了捏腿，他的腿居然能感受到痛了。刹那间，被系统2次戏耍的愤怒全消。钱凤萍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刚才就对着空气生气，这会儿怎么还掐自己？看着还有些想哭呢。彼时，方南之的脚步才刚踏入秦家小院。已为宿主抽取奖励，老母鸡1只。系统哥哥，你真好，总是给我白送好吃的。钱凤萍听到脚步声，立马从屋里出来。乔乔，都给孩子热出汗了。芝芝，你的房间啊，我已经收拾出来了，在这边。这些原来是放东西来着，今天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芝芝，你看看缺什么，我再补上。这西屋右边是仓库，左边是我儿的房间，中间的主屋是我住的，右边是厨房。挺好的，谢谢您钱娘，让你费心了。啊，没事的，应该的。南芝啊，你先出去找你秦燕哥哥玩会儿，行李我来收拾。好。我知道这倾城的有点突然，同房的事呢，先不着急，我愿意给你时间，等你什么时候愿意了再。两人却都明白的红了脸。在这之前呢，我就先和芝芝住一个屋。秦哥哥，你在做菜吗？要不要我帮忙？不用，已经差不多熟了。来到秦家的第一顿饭是野菜粥，说实话，这菜颇有些简陋了，但眼下家家户户都灾荒，粮食得省着吃。白米掺杂着些许的粗粮，里面约莫有1/3的野菜，此刻正在咕嘟嘟地冒着泡泡。方南之想到了系统刚才奖励的老母鸡，要是能放到这粥里炖煮，可爹爹说了，不能让别人知道系统的事情。两相权衡了一小下，系统哥哥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老母鸡拿出来吃，还不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宿主是否确认兑换奖励？老母鸡确认后将以自然形式下发奖励。确认。念头刚落，院子里传来不明物体扑腾的声音，一只野鸡直接从墙外飞了进来。方南之双眼放光，赶忙跑出去追。方南之本以为抓到要费些功夫，谁料那母鸡才落稳便朝着他冲过来，不等他大展拳脚，母鸡已经冲进了方南之的怀里。系统哥哥，你真厉害！方南之边抱着鸡，哥哥，鸡，咱们有鸡吃了。秦燕的目光注视着那移动的一团，有个妹妹似乎挺不错的。院内的动静成功惊动了屋子里的2个大人。鸡？真有鸡啊？哪儿来？话说到一半，他脑海中突然有个答案浮现。嘿嘿，这哪儿来的不想活的鸡啊？竟然跑到我闺女怀里去了！这是老天爷给咱送礼来了呢。要不咱们今儿加个菜？好，加个加菜。说着便要接手去处理。钱娘，我来处理。久违的被照顾的感觉让钱凤萍心中一暖，也没推拒。方童虽然没做过菜，但他也没少看猪跑。方童大手一薅，便拔下一把鸡毛。我也想拔。说着便凑过去，小肉手使劲薅了一大把毛。这鸡好肥。父女俩挤眉弄眼，几个来回间，方童便懂了，这鸡8成又是系统神仙给的，否则灾荒年头哪来这么肥的野鸡？丫头，
以后千万别再自个乱搞了，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这鸡来的是否有点太巧了些？我嘴里了。爹，你慢点拔。行，好。以往这个小院只有他和娘，温馨有余的同时，总是会觉得有些沉闷。如今倒是正好。来，芝芝，你先尝尝。谢谢婶婶。一口咬下去，鸡肉鲜嫩爆汁，鸡皮被煎过，不肥且入味。爹，你快尝尝，婶婶做的菜好好吃。方彤毫不客气地吃了。好吃，钱娘，你手艺真不错。嘿嘿，瞅我这闺女就是孝顺。哥哥你也吃。好。一家人吃完饭，全都到了主屋。家里还有15两，我打算拿13两出来买粮，剩下的2两留着备用。我去买粮，我手里还有5两银子，就跟着一起买了。哦，对了，还有我从方家分来了1亩水田，虽然现在庄稼淹了，但也得稍微打理一下。不用了，三叔，你手中的银钱不如给芝芝留着吧。咱们现在也是一家人了，多买点粮食，咱心里也踏实。买粮的事情算是这么定下来了。几人又聊了一会儿，商店要买啥粮，买多少，确定后便各自回屋睡觉。日月交替，阴阳轮转，天才蒙蒙有了亮光，方彤便从床上摸起来，拿着银子小心揣进怀里缝好的口袋。昨天晚上商量完后，秦燕就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了。这小子也是够信任他的。院子静悄悄，方南之翻了个身，丝毫没发现爹出门。梦里系统奖励了他100只肥嫩的老母鸡，100只母鸡齐齐扑腾着跳过院子要往他怀里冲。他刚开始欣喜，一下子转变为惊恐。不等他跑，燕哥他爹才走了几年，你就叫了旁人登堂入室。方南之一下从梦中惊醒。前世你不守妇道，如此德行根本不配做秦家媳妇儿。你要是不敢走方老三，今儿个也别怪我们代表族里把你一起休了。燕小子今后就由着族里养。方南之掀开被子，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二爷爷，这些年是我娘含辛茹苦养我长大，且女子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没有我的同意，你们谁都没有资格休了我娘。燕小子，你年纪小，可别叫人骗了，族里可是为你好啊。有了后爹，可就有了后娘。燕小子，你可别犯糊涂。闻言，钱凤萍脸色很不好，刚要说什么，却见方南之跑过来，也顾不上旁的。芝芝乖啊，家里有事处理一下，你先回屋待会儿好不好？不，婶婶，你放下我，我才不怕呢。两位秦爷爷，你们不要胡说，我爹爹入赘是有文书的，过了明路的，我爹和婶婶才不会欺负燕哥哥。芝芝说的没错，两家的亲事已经成了，且光明正大。按说家里喜事本该让各位族老一并来吃酒的，但现在家里困难，没粮，倒是怠慢了。燕小子，你搞清楚，你是姓秦，我们是在帮你，你别不识好歹。那方彤是个什么人呢？偷鸡摸狗，顶撞长辈，就是个混混。他成了你后爹，以后能有你好日子过？你胡说，我爹是全村最俊的，你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一看就没福气。你就是嫉妒我爹，我爹是靠脸入赘吃软饭的，你不行。小丫头这番话不仅给秦二爷气得吹胡子瞪眼。芝芝，不许没礼貌。好的，秦二爷爷，我爹说相由心生，您现在长得不好没关系，回去多做好事还能变俏一点点。你小小年纪嘴巴这么毒，不愧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要我看呐，你娘就是被你这种不尊长辈的扫把星克死的。还有你水性杨花的女人，非要招赘也行，那你就把族田和房子都还给族里。二叔，芝芝她还小，不懂事，今后也会由我教导。可你身为族长，实在不该这么说她。还有，这田和房子是秦爷爹留给儿子的，要给族里绝不可能。现在田产确实是秦燕的，可以后呢？人性使然，你非要找个男人入赘也罢，只是以后你和他再生的孩子可不是我们秦家的血脉，族里收回产业，这些也是为了保护燕小子。等秦燕成亲后，自然也就还给他了。燕小子，你说是与不是？秦燕的爹是读书人，当年家贫，读书时接受了一部分族里的供养。他爹考上秀才后，一心回报族里，自己掏钱修族祠，还常年免费供族里几家孩童念书，种种行径可以说是将当年的供养之恩100倍还了。可在他爹突然去世后，族里或许不甘心供养他们的事断了，时常上门吵闹。当年钱凤萍在族人屡屡施压和压迫下，死死守住底线拒绝。
慢慢的，秦家就这么和族里闹僵了。后来他渐渐长大了，他能护住家里，那些人对娘的态度才和善起来。时隔多年，当年的压迫感如今再次席卷而来，而他如今双腿残废，坐在轮椅上，和小时候那个无力的自己似乎没什么两样。族长爷爷，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今我已成年，自然能护得住家业。秦家的房产田地本就在我名下，族长爷爷是忘了？听说秦家母子俩竟然给了方家10两彩礼，眼下粮价高，糙米都要20文，10两能买足500斤粮了。秦燕家有银钱不帮本族人，却花钱买了个汉子入赘，秦家母子今个是不会同意了。但那又如何？秦燕如今就是废人一个，他的意见就和放屁没两样。燕小子呀，你尚不知人心险恶。今日我们的来意是族里一致商讨决定的，就这么定了。你们准备一下，下午把田地和房屋契书过户给族里。少年袖中的双手死死捏成拳，脑海中一阵阵晕眩，无力、愤怒交集瞬间涌上心头。哟，秦叔，您这是上门接父老弱妇孺来了？我怎么听着你说要让阿言准备好地契和房契，要强行过户呢？眼看就要把东西拿到手，方童这个搅屎棍回来了。方家侄子可莫要混说，阿燕年纪小，我身为族长，代他保管罢了。哎呀，秦叔，您这的确是够关心后辈的。哎，我听说您的孙子还在县里读书呢，我如今也算是秦家的半个亲戚，不如我也去关心一下您的金孙子。您说他的先生和同窗要是知道这秦氏族里强占孤儿寡母的产业，不知道会怎么看呢？有个读书人大哥，方童早就摸透了。那些读书人不管内里多少心眼子，面上总要个人善贤德的名声的。方童，你一个姓方的人，似乎没有资格参与我秦氏一族的事吧？这怎么能不算呢？我既然是入赘到了秦家，那怎么着我也算是秦燕的半个爹。我刚才听你说这族里要收回田，然后养着我儿是吧？要养我儿子，行，那也是有条件的。你俩先来和我说道说道，这待遇怎么样？这1天3顿吃啥菜呀？这娶媳妇儿的彩礼准备了多少啊？我得先准备纸，把这些菜呀咱都列好，签字画押才算成。一连3问，把两人问得哑口无言。不管怎么说，燕小子是我们秦家的血脉，反正自然不会亏待了他。我呸！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真要是有诚意，你早就安排好了。这会儿啊，您说不出个1、2、3，想要空手套白狼，嘿，那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我确实要财没有，要钱更没有，但是我这人吧，就是狐朋狗友比较多。好不容易才刚刚成亲，秦叔您要这么搞我那些弟兄们那就得多去县城那边晃悠晃悠了。哎呀，这听说这个县城里来的灾民可不少，这万一哪天不小心伤着您的金孙子，那可怎么办呢？说放在从前，他收拾混混的手段和法子多着，可如今这世道，他竟真拿方童没办法。且再等一等，日后寻个机会，他会让方童为今天的行为追悔莫及。方侄子果然是年轻气盛啊！我们族里也是有了想法，来找燕小子商量一下而已。既然他不同意，身为长辈，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燕小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如今作为他半个爹，可要好好待他。族中还有事要忙，我们就先回了。说完，不等方童回话，两人便悠悠往外走。切，哎，你们都没事吧？他没动手吧？没有。刚才那么久他都稳住了，可面对关心，钱凤萍眼眶蓦然有些发红。半个儿子吗？从父亲没了后，他一直在努力成长，想早点保护娘亲。这还是难得再体验到可以安心躲在父亲身后的感觉。爹爹可真厉害，直接把人赶走了。看吧，当初我就说了，我爹爹是最好的爹爹。想起第一次见面时父女俩的互相尴尬吹捧。是啊，芝芝也是最可爱的。嘿嘿嘿，走，咱们先进屋。知道方童是要说粮食的事情，几人也不耽搁。粮食我已经弄到了，不过现在是白天，人多，我也不敢带过来，就先放在外面了。有人帮忙盯着，都是我兄弟。那些人虽然游手好闲，但是都没大毛病，靠得住啊。还有，我今天去县里啊，在里面看见灾民了，不过并不多。他这话一出，屋内的氛围顿时有几分凝重。大哥，咱还得想想别的法子，房子和地弄不过来，但秦家我估摸着应该还有些钱或者粮食。秦族长没说话，但同样有这个心思。早食是昨天剩的母鸡汤炖粥，还有小咸菜，鸡汤鲜嫩，米粥软滑，真好啊，在秦家能吃饱饭。
跟着收拾桌子洗了碗，方彤和钱凤萍两人背起竹筐，准备去山上摘野菜。我也要去。那你背这个怎么样？这个呀，是那天回去后阿燕给你编的，你试试看合不合适？好，背上竹筐正好。谢谢哥哥，这个竹筐我很喜欢。一家人不用谢。三人出门，秦燕守家。一路上，方南之心情极好，去山上刚好能路过地头，放眼望去，一大片水田全淹了。没事，咱来存点粮，规整规整地里，回头看看再种点啥菜，也能顶上一阵子，就是不顶饱。钱凤萍点头，操心也没用，不如放宽心些。三人很快便到了山脚处，山脚光秃秃的一片黄土地，野菜野果早就被人薅得干干净净。一家人继续往山上爬。到了半山腰，许是运气好，往荆棘丛里面偏僻的地方走了走，找到了一大片野菜。发现远古植物蕨菜，建议宿主收录，能得到随机盲盒一个。系统哥哥，你要多少？宿主1根就可以收录哦。方南之往里走了走，避开人视线，心中默念收录。随机盲盒已到账，请宿主查收。方南之来了兴趣，在脑海中打开。恭喜宿主抽到低级回春丹，药效妙手回春，让人恢复健康，时效1天。不过这丹药只能恢复1天啊。别担心宿主，只要您继续收录任务，收录其他远古植物，还可以继续抽取盲盒，或许能抽到高级回春丹。方南之顿时来了动力，干劲十足挖野菜。恭喜宿主收录灰灰菜1份，奖励随机盲盒。除了给系统那一根，剩下3、3两两的，方南之随薅随丢筐里，丝毫没注意自己越走越远。方南之，你居然采了这么多野菜！这片地是我们俩先发现的，谁让你采了？把野菜给我！都是三叔贪心，拿走了4两银子，自家才得了6两银子，这点银子也就刚刚够爹过2个月考试的钱。要不是三叔非要把4两银子拿走，他们哪能饿肚子？方南之拔腿就跑，2个玩意都比他多活了2、3年，个子比他高出了1截，很快便被追上。你还敢跟我抢？你哪来的脸？不怪我爹说你，你一点女孩子的样都没有。大哥，他是没有女孩样，可他爹有样啊，一个大男人都嫁到别人家去了。可不嘛，你爹入赘，你是跟着入赘的小拖油瓶，跟你们拼了！说完，一口咬上方泽天的手。你快撒开！你别咬了，哥，他要把我肉咬下来了！被这么一喊，急了，视线注意到地上的石头，伸手便去捡。下一秒，方彤一脚连人带石头一起踢飞了出去。妈的小兔崽子，欺负我闺女！那一石头下去，他闺女得伤成什么样？你爹没教你们，今天我就好好替你们爹教育教育你俩。小半晌后，兄弟2个哭着往山下跑。闺女，没受伤吧？下回他们再欺负你，你就喊人。你这小身板子哪能打得过呀？爹爹，我要多吃点，等我长高了，肯定不会打输的。检测发现原始灭绝物种山药，建议宿主收录可得到健康值。健康值是什么？能吃吗？健康值不能吃，但是山药可以吃。挖，我这就挖。在哪呢？前方直行3米后，右侧7米，地面下方。方南之顺着系统说的方向看过去，是这个吗？不是，是那个心形的。心形是什么样的？费了好大劲，方南之终于找到了系统口中所谓的心形叶子。山药长在地底，你要把一整只都挖出来，要小心些，别损坏。方南之听了，二话不说就开挖。闺女，你这挖啥呢？爹，你力气大，你来，小心点，别弄坏了。很快地上便露出了一截棕色的长椭圆形状物体。这是啥呀？能吃。方彤立即明白了，系统神仙这是又给他们赐粮食了。方南之悄悄掰断一小截，收录了。宿主成功收录草本属玉科植物山药，奖励健康值+3。与此同时，院子里坐在轮椅上劈柴的秦燕听到脑海中提示音，健康值怎么莫名涨了？方南之这边的系统也懵了，任务完成，奖励下发，可他宿主的健康值呢？怎么不见了？谢谢系统哥哥，哥哥你真好。什么健康值？他看都没看，满脑子都是吃山药。系统默默地把疑问咽了回去。爹娘，三叔打我和大哥。咋回事啊？那缺德的打你们干啥？我和弟弟去采野菜，他看见了就要抢我们的野菜，我和弟弟不乐意，他就打我们俩。
方南枝还咬了弟弟。臭不要脸的，气死我了！当叔叔的那么大个人了，还因为几根野菜欺负侄子，丧良心的！孩子他爹，你可得给孩子们讨个公道。讨什么讨？多大点事儿啊！不是没有几日了，我还得急着读书呢。你下次做事就不能分轻重缓急吗？这种屁大点的事不要来找我，耽误我读书的时间。哼，妇人果然无知。他之所以算计秦家的彩礼钱，大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科举。一旦考上了，全家都能鸡犬升天，改换阶层。何氏平白无故被训了一顿，先前那股气全硬生生憋了回去。灶房，方银傻愣愣地坐在墙角，摸着肚子等饭。哼，没用的废物，天天就知道吃。吃。大傻子，气死我了！大嫂坏大嫂。哟，钱妹子，咋还吃上土疙瘩了？不是大娘说你家里都没粮了，咋还冲大头花了10两银子招人入赘呀？要我说，咱得多为孩子考虑考虑，可不能只顾自己舒服呀。钱凤萍又羞又恼，偏又不知该怎么说回去。梁奶奶，你这话说的不对。钱婶婶能招赘，是因为她有能耐，养得了孩子，还能存得下银钱，而是因为我爹俊。这话给妇人们噎住了，没法反驳。眼看着日头越来越热，三人当即便下山了。这山药怎么吃的？方南枝立刻在脑海中问了系统一遍。削皮，然后煮着吃。削皮的活计落在了秦燕和方南枝身上，两人从刚开始的无从下手，到后面慢慢熟练起来。芝芝，你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爹说的，我爹说能吃就能吃。少年垂眸，不打算继续追究。系统哥哥，我中毒了！正常，生的山药瓤碰了就会红肿发痒，拿火烤一下就好了。哥哥，这是正常现象，拿火烤一下就好了。秦燕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一大一小身影坐着小板凳，一起在厨房的灶火下面伸手烤火，烤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手中的痒意渐渐消退。这东西能吃吗？本来就是抱着怀疑的心思试试，可两人手肿，钱凤萍更怀疑这东西究竟能不能吃了。那先试试看，等会儿煮出来先给鸡吃。想了想，也只能如此。山药很快便煮软了，散发出淡淡的山药香。钱凤萍捞出来放凉了后，试探性的拿了2节喂给后院的老母鸡。一家子硬是等了半个时辰后，确认老母鸡依旧活蹦乱跳，钱凤萍才放下心来。一家子又吃了顿饱的。与此同时，几人还有几分激动。哎呀，等咱抽空出来，再多挖点山药回来。还别说，这味道还真不错。没问题，到时候带上小锄头，挖它个2筐回来，吃个够。不过我走的时候看了，咱发现那块呀，地下有不少山药还没挖出来呢，全靠咱家挖也挖不完。我有几个弟兄都是能靠得住的，到时候要不带上他们一起挖？自打知道了闺女说的事，他总担心大哥对他们图谋不轨。如果真有灾民来了，他能多团结些人，到时候也能和灾民抗衡1、2。没问题，叔，你说的不错。这件事咱们先不要声张，咱家和几个叔先去挖一波，然后再告诉村里吧。不少人家快断粮了，这时候要是只有咱家有粮吃，太打眼。快饿死的人在嫉妒下做出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还不如先一步说出来，落个好处。方彤也认可。铁柱、二娃、狗蛋儿，这儿呢，这儿呢。方彤忙小跑过来。你可算是来了，你是不知道，哥仨在这趴窝1天了，那是一步都不敢挪呀。嘿嘿嘿，好兄弟啊，辛苦你们了。哎，我也给你们带了吃的，赶紧尝尝。说着拿出布包，里面是6段山药段。哎，这是啥玩意儿？三人可不跟他客气，齐齐上手把山药拿没了。哎，等会儿，这得扒皮吃。这是啥呀？味道还行，就是黏糊糊的。这是山药，旁人可不知道这东西能吃，山上还有不少呢。这事儿啊，估计瞒不了多久。做我兄弟亏不了你们，这2天啊，你们就跟我到山上去挖。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老三太够意思了。三哥，下辈子还跟着你。三哥，啥也不说了，这恩我记住了。方彤承诺了，等粮运回家，给他们1人分半斤粮，半斤粮省着煮粥用，够全家吃2顿了。现在又加上了山药，三人心里说不感激那是假的。明月高悬，林子里漆黑如墨。差不多了，干活，兄弟们。方彤一声令下，兄弟4人开始分工，3个人偷摸运粮食，2娃留在原地看守粮食。半夜，秦家院门被缓缓敲响，声音3长2短，不算大。这正是一家子当初商量好的暗号。钱凤萍立马开门，院子里没点油灯，借着月光，他和黑暗中扛着粮食袋子的方彤对视，心脏加快跳动，那双漆黑的眼在月光下格外叫人有安全感。
后面两人进来都没有说话，和钱凤萍互相点点头，而后便借着月光绕到后院小屋放粮食。还有一趟呢，我很快就回来。钱凤萍点点头，来回2趟。第2趟4个人咬咬牙，硬是把4袋子粮食扛了回来。几人进了院子，钱凤萍赶忙轻轻关上门。你们先在这休息会儿，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儿子，你陪你几个叔叔待会儿。秦燕颔首也不拘束。哎，不用跟俺们几个这么客气，三哥和我们说过你，说你聪明着嘞。哼，你这呆子，人家燕小子可是读过书的。几位叔叔过奖了。钱凤萍去了后院放粮的小屋子，利落地分出3份粮，拿黑色的小布袋装好，一进屋就把粮袋递给了3人。3个汉子接过粮袋，都愣了一下，手里的粮食重量很明显都超过半斤了。不行不行，太多了，那怎么能行呢？可不是嘛，嫂子，该多少就是多少。对，我们是有原则的。可手里拿着粮食，却是一点没有往回送的意思。滚滚滚，都赶紧滚回家睡觉去。对了，明天都背着筐，早点过来啊！天不亮咱就得上山，来晚了我可不等你们。这就回家，明儿个可别忘了等俺们。3人出了院子，自动静下声音来，接着月光拎着粮袋各自回家。粮食一共买了300斤，关于这粮食你们有啥打算呢？300斤，这么多？粮食比他们预想的要多不少。嘿嘿，这些粮食我都是找熟人买的，人家给送了20斤，凑了个整300斤。爹爹厉害。确实，多亏你了。我觉得吧，这些粮食啊，不能放在一个地方。狡兔3窟，那要不就分成3份，家里放个100斤，其他地方再放点。我知道山里有个隐秘的山洞，我从前打猎带不回的猎物，偶尔会放进去，从没有人发现过。行，那第2部分就定在山里。那第3部分呢？那要不挖个地窖放进去？对了，家里是有现成地窖的。不，那不行，咱们得做个更隐蔽的。家家户户都有地窖，要是灾民来抢掠，地窖是必搜的。那是啥样啊？咱们呀，把粮藏在炕头底下。天头热，再加上这边气候干燥，也不用担心发霉。说干就干，几个屋子都视察了一番，最后选定了秦燕的屋子来藏粮。商量好了，便立马去拿了铁锹，准备开始挖炕，挖新地窖。偷懒这么多年，没想到也会有现在这种不得不勤快的时候。我也帮爹挖。你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用你帮忙的时候啊，婶婶再叫你，好不好？方南之困得不行，懒懒的点点头，很快便陷入了梦乡。另一边，秦燕守在一旁，打算帮忙一起挖。你也是个小孩，还长身子呢，赶紧回去睡觉，这里有我就够了。对，你别熬夜，你身子还没养好呢。拗不过2人，秦燕只得推着轮椅去睡觉。不过她的屋子被占了，干脆睡在主屋。钱凤萍是帮着干了1个多时辰，又困又累才去睡。方彤干了一宿，天还没亮，方彤又放下铲子，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背上好几个叠在一起的竹筐，拿起锄头出门了。山脚下，3人已经到齐。不是我说你，三哥呀，新婚是那啥，那甜蜜了些，但你也得节制啊，眼下闹灾荒呢，哪有那么多力气？滚，少他妈胡咧咧，赶紧上去。方彤记着上次挖山药的地方，很快便找到了。他眼尖的发现坑里的山药少了些。村里的人果然敏锐啊，昨天他们就挖了那么一小会儿，在他们走后就已经有人效仿他们挖山药了。不过估计没发现山药能吃，怕是拿回家后切开发现熟种便当作有毒的草扔了。你们过来看啊，就是这种草样，这下面就有山药。拿锄头刨周围的土，千万别伤着山药，就算是不小心刮破了，也别碰到瓤。里面的肉在没煮熟之前都是有毒的，挖差不多了呀，直接捏住底儿往外拔。3人听得认真，不一会儿便开始各自上手。如今多挖的每一个山药，可都是没粮吃时的救命稻草啊！家中钱凤萍没多久后也醒了，简单煮了粥。3人吃过饭后，简单嘱咐了一下儿子，他便带着方南之上山。方南之走上来，便看见昨天长了山药的地方，今天全是坑。系统哥哥，你知不知道哪里还有山药啊？检测中，宿主目前坐标点往东走80米，再往北走62米处检测到大片山药植物。检测中，宿主目前坐标点往南走166米，再往西走52米处检测到大片山药植物。他小跑过去，拽着方彤的胳膊往边上人少的地方去，8成是和神仙有关的，配合的跟着去。方南之附耳，把这2个地方详细说了一遍。方彤不疑有他，立刻叫上了3人，朝着其中一个地方去，美名其曰咱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行了，也差不多了，咱仨呀，趁这会儿没人，先把这些送回去。方彤说着，率先背起2个筐。虽然他以往偷奸耍滑，但眼下还是知道轻重的。
一人背2筐虽然沉，但努力倒也能背，更何况背的是救命的粮食。到了家，4个男人都累得不成样。累死我了！来吧，分赃吧。老三，这地方是你发现的，没有你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分你说了算。这样，我拿3筐，剩下的3筐你们平分。3人对此没有异议，他们之前带的都是快要赶上人高的大筐，就算一人分到1筐，数量也着实不少。咱们下山的时候啊，有不少人看着了，我打算把山药这事儿告诉村长。为啥子嘛？那山上还有不少嘞，你说出去，肯定立马就被薅光。可不嘛，咱们还没采够呢。就算我不去说，你们扪心自问，能把这事儿藏得住不？别到时候惹了众怒，那才麻烦呢。狗蛋儿，你家只有个老爷子，你们爷孙俩是扛得住人抢。还有二娃，你家里只有2个10来岁的弟弟妹妹，正是藏不住事儿的时候。还有铁柱，你家倒是兄弟多，但你那哪个兄弟是省油的灯啊？平日里你自家兄弟都没少欺负你吧，铁柱。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这山药能吃，那还能藏得住吗？到时候这村里人知道，咱早就知道这山上有吃食，却不告诉他们。谁家要是在这期间再饿死个人，那不得全怪到咱们头上来啊？被挨个点名训斥，3人顿时老实了。休息了一会儿，3人念念的各回各家。方童歇了会儿就坐不住了，带着闺女往村长家去，让孩子多见识见识人心不是坏事。方童这回来找我干啥？莫不是后悔了入赘？村长爷爷好。好啊，今儿个来找我有啥事儿啊？村长，我在山上发现粮食了。粮食？啥粮食？这是我给咱全村做的贡献，这村里得给我点好处吧。方老三平日里游手好闲的，能发现啥好东西？真发现粮食也肯定藏起来了，现在却来找他，难道是想上他这里骗点钱？方南之见他不信，有些急了。爹爹说的是真的，村长爷爷你吃。说着还特意贴心的给扒了皮。这是啥东西啊？没毒吧？这叫山药，您老就放心吃吧，没毒，我家都已经吃过了。村长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小块，入口软糯黏滑，还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半根下肚，村长意外地发现这玩意怪顶饱的。山药嘛，在这灾荒时候，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老三呀，这是从哪儿弄的？还有没有？长啥样？有是有，不过我给村里这么大的消息，和救大家伙命差不多了，这村里得给我好处啊。哎呀，老三啊，不是我不给，你自个儿瞧瞧，眼下咱村里人啊都快饿死了，能给你啥好处啊？我记着挨着秦家不远处有个小池塘来着。小池塘里面只有小鱼，是真的小的不够塞牙缝，以前村里人都不爱过去。前段时日大雨，倒是给池塘灌满了，那也没啥用。现在村里只缺粮，可不缺水。方童提的这个要求倒还真不难。哎呀，老三呀，这池塘不难吧？但是我还得先知道你这山药有多少呀，是不是？嗨，您老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这山药啊，包够全村都能分得着。今儿个叫大家来是我一件大好事。方老三，方童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的东西。说着，村长拿出了他吃剩半截的山药棍。具体什么情况，就让老三来和大伙详细说说。啥山药？这玩意儿能吃？不会吧？方童别有时又搞出什么幺蛾子来折腾人吧？此物就是山药，是我在山上发现的，大家伙都仔细看看啊。方童，你别是饿傻了呀？这东西我挖出来过，才碰到手就肿了，又疼又痒的，分明有毒。哎呦，真的假的？没错，这东西就是有毒。老三，你咋能拿出来害大家伙啊？有毒？他刚才可是吃了半根。没错，这东西是有毒。他老头子是哪得罪这个混不吝的了？不过呢，这毒性并不是无解的。这山药啊，深埋在地底，需要小心的挖出来。若是不小心蹭破了皮儿，又被这果瓤触碰到了手，那手很快便会又疼又肿。不过呢，倒也不需要太担心，只需要用火烤手，这手啊很快便会恢复如初。你看吧，你都知道有毒，那手碰了能烤火，东西咽肚子里，还能把肚皮翻出来烤火不成？那倒不用，我都试过了，只要确保煮熟了再吃，这山药的毒性啊那就没了。村长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说着将剩下的山药扒皮吃了2口，众人下意识咽了咽口水。方童掰下来2块，朝着人群递过去。其实这味道啊还真挺不错的，有人想试试吗？我来试试。有毒就有毒，也能做个饱死鬼。扒完皮，毫不犹豫地把山药块丢进嘴里。众人凝神看着他的反应。咋样啊？王大山不说话，直接把方童手里的山药全拿过来了。老三呐，你这是哪儿挖的？告诉我呗。大家别着急呀，一会儿跟我一块上山，我告诉你们这山药咋找。那还等啥？赶紧走吧。
瞅见没？这种叶子就是山药，你们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等他讲解完，还现场挖了一株展示，众人记下后一哄而散。方南之则是一路通过系统又检测出2处有山药的位置，悄声和他爹说了。方彤带着人绕2圈，佯装是自己又找到了2大片。很快，那2片山药丛便有了不少人去挖。方彤功成身退，牵着闺女回家，剩下的山药就让村里人自己找吧，不然他一找一个准，怕是要露馅的。方彤给闺女送到家门口，便也拿起筐和锄头去山里了。虽然现在去挖出来的山药估计要村里平分，分的也不多，可他要是不去，不就代表了家里不缺？再者，能多拿1根是1根，这玩意儿谁会嫌多？方南之听着主屋的动静，迈着小短腿跑进去。秦燕正在屋里接手方彤昨夜没干完的活计。哥哥，我来帮你。不用，这里有我就行。我要帮哥哥。秦燕扶额，哪敢让他动手？一琢磨，干脆自个也先放下锄头，带着方南之去了小隔间。芝芝，咱们来看书好不好？看书？给我看书吗？是。本以为书这东西跟自己没缘，方南之也没想到他竟然也能有摸到书的一天。来，我教你啊，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对，这个字是人。那个村长叔啊，你就说这山药咋样啊？不错，抗饿，山里备不住还有不少。嘿嘿嘿，这是我发现告诉大伙的。哎，我这次也是为了咱村立了功了，是不是？这是提醒他别忘了好处了。方老三，都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你他妈计较做什么呀？做人可不能那么自私啊！你今天早上还带着二娃他们先挖了不少山药才告诉村里，这事村里都没跟你计较，你反倒还要上好处了。哼，我不先挖了自家试过，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啊？再说了，我家给大伙试毒，那还是一份功劳呢。嘿嘿，成，那既然现在试出来了，你们家还有二娃他们之前挖到的山药，就都拿出来吧。毕竟都是村里的东西，咱们大伙一起分。我可看见了啊，好像得有20筐。他故意虚报了个数量。他们几个挖了这么多吗？是啊，这山是村里的，山上挖到的东西应该全村平分。说到底不过几个混子，能玩得过他？他今天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白干。哪来的20筐？我们几个累死累活也就分了1人1筐，你他娘的少胡说八道！我就是看见有20筐，你们拿不出来啊，那就是私吞了，贪了村里的东西，得赶出村子。你要不要脸了？那些都是我们自己挖的，你们一点力气没出，就想白分？秦高飞好歹也是秦家族老的儿子，按照惯例就是下一任族长，自觉在村里颇有威望。你跟谁喊呢你？你一个外来户也配啊？狗蛋和他爷是几10年前落户村里的，但他不怂。我他娘的就喊你呢！狗仗人势的东西，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少对我兄弟指指点点的。就这样，你推他，他推他，2拨人很快推搡了起来，眼看着有打起来的架势。都给我住手！反了你们了！谁再动手，滚出村里！哼，你这意思啊，我明白了。这山里挖出来的都得大家伙分是吧？行啊，这秦族叔家里刚好在山上种了不少的竹子，我前2天都看见了，那长势还真不错。那下面的竹笋是不是也得给我们全村大伙分呢？哎呦，秦家还在山上种竹子了。竹笋，好久没吃到了，到时候咱们偷摸找找。我觉着方老三这个主意挺好的，山药也分，竹笋也分。一直装着不存在的秦族长蹙眉：你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老三呀，什么分不分的，都是妃子不懂事胡说，做不得主的。好个方彤，他记住了，次次都坏的好事。行了，这次山药的事儿，方彤是立了大功的。村长老爷子扫了眼秦家父子，平日看着德高望重，离了还比不上方彤一个街溜子。待会儿啊，方彤你就跟我去趟家里，把那池塘过户给你。要知道，这些山药采没了就没了，但若下次还有人发现什么其他能吃的呢？没有奖励，谁还会把好处往外让？大伙儿也看见了，以后要是发现了什么能吃的，积极告诉村里，不让你白干，都能给奖励。开玩笑呢，这家家户户没粮食的年头，谁家发现能吃的了，不藏起来自家用，告诉全村人一起分，谁也不傻。方彤要的小破池塘可不值钱。这么一想，他们还真有点感激方彤了。弟妹呀，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家里实在是没有余粮，孩子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再饿就真的饿死了呀。我也不管你们要粮食，给我分点山药就成啊。山药是老三先发现的，但是却没告诉自家人，村里分的又少，你们既然提前采了不少，就给我们分点吧啊。
等度过了这个难关，我们家一定记着你的恩情。婶婶，求求你了！钱凤萍哪见过这阵仗，被搞得手足无措。大伯母骗人，家里柜子藏了粮的，就是真的没得吃。大伯那么多书，卖2本也有法子。大伯母羞羞，来骗吃骗喝了，堂哥们都是小骗子，快走，我家可不会上当。小白眼狼，亏你还姓方，也不知道帮衬帮衬自家人。就是你不过是跟爹入赘的拖油瓶，还是个女娃子，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我们以前揍你揍少了？方晴天捏拳头吓唬他。你们敢动她试试？芝芝是我妹妹，不是拖油瓶，她说的话也都作数，轮不到你们对她指指点点。你不过就是个死瘸子，能拿我怎么样？断了腿的窝囊废！哎呦喂，老远我就听见乌鸦在叫唤呢。啊，原来是大嫂带俩侄子上门了。不是说晴天兄弟俩是我大哥亲自启蒙的吗？怎么就教出来2个长舌妇来啊？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欺负我闺女儿子欺负上门来了。怎么着？这上次的教训没给你们打爽是吧？老三呐，误会了，没有这个意思。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和他俩计较。今儿找你来是想接点山药。怎么，读书人的娘子也来打秋风了？哎，我大哥知道吗？咱都是一家人，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别，我可不敢和您是一家人。我这都入赘了，族谱上的名字都给划拉了，我可高攀不起方家。他入赘当天，他爹就找了方氏族长，迫不及待地划了他名字，生怕他入赘影响大哥读书人的名声。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么多年，嫂子可没少照顾你。你自己说说，家里哪天的饭不是我做的？你哪天没吃？总不能你入赘，这情分说断就断了。情分？哼，没想到嫂子你竟然还对我有那个心思啊！这可使不得，如今我可是有媳妇儿的人了，我这一颗心呐，都是我媳妇儿的，实在是腾不下地儿了。看着他脸上的娇羞，你别不要脸！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谁对你有心思了？别瞎说。好了，别说了，我懂你。不过大嫂啊，你还是得守妇道。我大哥这人啊，眼睛里可揉不得沙子，而且呢，我这心里也已经有前娘了。你的心意啊，我婉拒了啊。这话都说得出口？你别瞎说，谁看得上你？方彤，你一点脸都不要了。方彤全然不听，顺手一把拿起墙角的大扫把往何氏身上招呼。行了，赶紧走吧，大嫂，这都2家人了，你老来找我干啥呀？我这清清白白的一男人的名声可不能被你给毁了呀！你别胡说，我没有。方南之见状，立马笑腹，跑到墙角也拿了把扫帚，直接撵一旁看傻了的方晴天兄弟俩。你们都走，你们都是坏堂兄！哼！方南之说着，扫帚用力地朝3个人身上打。你居然敢打我！喂，我就打！上次他们兄弟还打自己呢，今个可算是让他找着机会报仇了。娘，现在咋整？他是方家长孙，爷奶说了，他以后要自立门户的。今个被个丫头片子打了，还能咋整？人家都给咱撵出来了，回家呀！俩孩子都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方老三这个混不吝的，那么多山药都舍不得家里几根，甚至还污蔑他的名声，还打人。视线落在安安静静坐在院子里练习绣花的方晴雅身上。不愧是伯府千金，我和你2个哥哥都被打了，你倒是一直金贵着。啊，娘说笑了，是家里让我多多养着，总得把前几年干活磨出来的老茧给消了，不然日后回了府里，叫人误会就不好。何氏冷哼一声，到底没再继续说什么。方家人什么身份也配合他在这阴阳怪气，没关系，时势造英雄，主角都是要隐忍负重的。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啊，再有人上门讨东西，你们就大声嚷嚷，知道吗？阿言，你在家里拖着，芝芝，你任务重，负责通风报信儿，趁机去找老村长过来。爹，放心吧，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在他心里，已经把自己当儿子了吗？方彤叨叨了半天，发现秦燕半句没听，当即毫不客气地赏了个脑瓜崩。秦燕惊诧抬头，下一秒他手中多了张纸，这是村里奖励的吃汤文书，你拿着吧。钱娘，这是村里分的山药。看着他一副就当如此的样子，钱凤萍脸颊微微发红。好，我先做饭去了。说着，脚步飞快地朝着厨房去。昨个一宿没睡，今个白天又挖山药又吵架，方彤身心俱累，并未发现钱凤萍的不对劲。哎，行，那我先去挖地窖。累归累，但他不敢松懈，事儿办完他才能放心。秦燕把池塘的文书装起来，一回来发现方南之乖巧的自己在认字。信相近，习相远。
学的速度还挺快的。芝芝，我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好耶！走，我们去外面。来，跟我学，先点。方南之懵懵懂懂跟着他学。这个是横，学着他的样子，在下面画直线。撇，撇。你来重复一遍，怎么写？方南之很轻松地把方字写了下来，连笔画名称也没说错。你再多练几遍，然后把这几个字一起写出来。好，写一笔读一声，女孩稚嫩的童音在屋里回响。恭喜宿主触发神秘奖励，成为一名合格的兄长。从教导妹妹读书开始，宿主成功教妹妹写名字，奖励牛奶，健康值加10。牛奶依旧没有，但健康值加上了。秦燕已经麻了，对于奖励她不失望了，健康值加了就成。旁边的小丫头没有看到哥哥变换的神色，小手抓着树枝，颤颤巍巍地写完了之字的最后一笔。恭喜宿主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获得奖励牛奶1箱。方南之狂喜，好吃，秦婶婶做的饭是最好吃的。好吃啊，你就再多吃些，不够再盛啊。方南之人小，但他爹倒是真吃了不少。他累了一天一宿，足足吃了4大碗的米粥和腌菜。吃完迷了一小会儿，外面天色已然全黑了。他站起身，拿上刀别在身上，又背上2大袋子粮。这现在外面天全黑了，你一个人上山能行吗？要不咱俩一起去吧？就是要趁着天黑才上山藏呢。嗨，放心吧，这山路我都走过多少次了，肯定没问题的。你要是去了呀，我还得顾着你，你呀就在家看好孩子就成。拿出一个简易香囊系在他衣服上，这里面有一些驱虫的草药，还有雄黄粉、止血的药，你都带着，我也安心些。谢谢你，钱娘。三叔，今晚山上怕是有别人，不能走原来的路。不过，要是真遇到什么危险，就喊人。行，小问题，我换条路就是。秦燕说的山洞几乎在山顶了，村里人日常挖野菜、砍柴啥的，很少有人往山顶上去。但方彤是个意外，平日他游手好闲的，没事往山里跑跑，上山顶的路知道好几条。方彤走了，家里莫名有些空空的。芝芝啊，你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睡啊？我要自己睡。那好吧。是夜，屋内漆黑黑一片，小丫头躺在床上，被窝温温暖暖，眼前是系统展示的奖励界面，里面全是各种好吃的。这个看着好吃，软软糯糯，肥而不腻，是咸香咸香的。爹说过，虾是鲜咸的，还带着微微甜的口感。系统哥哥，那什么时候能奖励我吃那个软糯大猪肘？不好说，奖励都是随机的。方南之眼里的光消失了。也有可能是下一次就是你想吃的了，这谁也说不准。我一定要多多做任务。方南之一直看美食，看到了后半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院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爹爹，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我担心的一宿没睡着。方彤看了看自家闺女脸上压出来的睡觉印，还有一块眼屎，他默默的没拆穿他。他得好好歇歇。方南之拿出早准备好的东西。爹，累了吧？给你喝牛奶。神仙给的，这怎么喝呀？爹，看我这么喝的。说着咬开包装袋，因为太用力还漏了2滴的奶出来，赶忙拿嘴去接，这可是好东西，不能浪费。方彤学着咬开包装，甜丝丝香浓醇厚的牛奶进入口中，那一瞬间男人双眼放光。牛奶这东西他是听说过的，除了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普通百姓哪有资格喝。这玩意儿还多少？还有22袋呀，那还真不少呢。闺女啊，这好玩意儿也不能光咱俩喝呀，你秦婶和你严哥哥对咱都挺好的，咱可不能做那种不知感恩的人，是不是？但是咱们怎么和婶婶和哥哥说？父女俩静静对坐了一会儿，没想出来，奶倒是喝完了。算了，事已至此，先睡觉吧。方彤一觉睡到日上3竿，钱凤平没叫他，自个一大早就上山了。不过临走前，他还特意给方彤留了4大碗分量的粥。呀，这不是秦寡妇吗？成亲没几天，怎么就出了自己挖山药了？钱凤平没说话。可不是嘛，钱妹子，不是姐说你，男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有担当才是最重要的。这方老三果然好吃懒做，这才入赘就把活都丢给钱妹子干了，靠女人养活着也真好意思。钱妹子，要我说可不是这么惯着男人的，回去你得和他好好说说。都成亲了还不好好过日子，成了什么样了？不是这样的，他只不过今天是在家里干活。可怜，真是可怜，都这样了还为男人找补呢。钱妹子，我们都懂，
但你替他说话，他心不心疼你啊？咱们做女人的还是要对自己好点儿。何氏就在不远处坐在地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挖着山药，同时竖着耳朵听。昨个他回家后气不打一处来，添油加醋的告了状，本想撺掇爹娘去要山药找场子，却被自个男人骂了。吃都吃不饱，好不容易知道了山药，挖了还得平分，谁乐意挖谁挖去。对呀，反正平分，他挖多挖少没人管。何氏一屁股坐在地上，泄愤似的揪山药叶子，一会儿又象征性的挖2下土。哎呦，方金家的，你这么挖，今天怕是分不着山药了。村长叔一早可是说了，按着咱各家劳动力的多少，要上交的山药可是有数的。你家有4个劳动力，要交的可不少，交不够啊，不给分的。啊，真的假的？你可别唬我。谁闲得忽悠你？村长家婶子就在那儿呢，不信你去问问去。何氏蔫了，一个人这么说或许是作弄他，但这么多人都这么说，8成是真的。他看了看筐里零星的2根山药，又看了看别的妇人。他要是挖不够数，分不来山药，回家后自个男人肯定要骂他的。一扭头看到方秦雅挖山药，有一下没一下的，当即心里就有一股无名火。雅晴啊，咱们挖山药就好好挖，赶紧完事儿也好下山回家歇着。娘，我一天就这么点饭吃，实在没什么力气，但我也尽力挖，好不好？说罢稍微加快了点速度，但那也只有一点点。何氏心里更来火了，但也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实在不行，您去看谁的山药多，借点儿。借？谁家疯了这个时候借人粮？突然何氏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视线看向挖的最多的钱凤萍。不能借，不是能抢吗？弟妹，挖着呢。老三怎么没来？光让你一个人过来挖？话说弟妹也倒真是个勤快的，老三果然没娶错人。说着自来熟地蹲在他身旁，对于眼前这人突如其来的亲近没有欣喜，反而心生警惕。我还是更喜欢你当我弟妹。说句实话，我以前那个弟妹可没你一半能耐，在家里一点活都不干。不过呀，要我说，这女人要是能吃苦，那可就有吃不完的苦。我家老三对他前媳妇儿和对你可真大不一样。当年老三第一次见小云，便要死要活的，非他不娶了。爹娘不同意，他就要为了他去死。结了婚，本该是我们2个妯娌轮流做饭的。方彤可好，次次轮到他媳妇时，起个大早帮他把饭做好，扫地收拾屋子，全都是给他做好了的，生怕累着。那可真是把小云当大小姐养。结果轮到你，哼，不是我说，你可得好好拿捏住老三呀，不然这日子咋过下去？你光是想想他对小云的态度和对你的这差距，这对比，你说说哪个媳妇能不介意？他以前对媳妇怎么样，那也是以前的事，轮不着他介意。瞧瞧，不说话，难过了吧？想着，他直接飞速伸手从钱凤萍篮子里抓出一大半山药，拔腿就跑。弟妹啊，这怎么拿捏老三，我有经验，下回我还教你。哎，你还给我！他马上就要完成要上交的量了，也根本不想和他学什么拿捏男人。何氏跑得飞快，钱凤萍在后面追。他这些年没少干重活，伤了身底子，哪里追得上何氏？一个不察，还崴了脚。钱凤萍停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只能眼看着那身影越跑越远。家里，方彤吃过早食，就接着去挖地窖，事关粮食，这会儿耽误不得。方南枝自个玩了会儿，无聊了就去练习自个名字。哥哥，我棒不棒？还棒，芝芝真厉害。那也是哥哥教的好。哥哥，今天再接着往下教我认字吧。好呀。2个人接着上次学的3字经继续往下学。兄妹2个，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秦燕教他，一是对这个妹妹感官确实不错，二是昨天系统发布了个日常任务，教导妹妹认字50个，奖励神秘礼物和健康值10。神秘礼物什么的他不在意了，只要健康值顺利下发就好。他如今只有一个愿望，尽快从这轮椅上站起来。方彤刚忙完，歇口气，到隔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乐呵地凑上去，别的字没几个认识的，但他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方南枝3个字。哎，嘿嘿，我闺女厉害呀，这都会写自己的名字了。那是，我厉害吧？不过哥哥更厉害，都是他教我的。哥哥，快检查对不对？还不错。他闺女如今也能认字了，入赘这步没走错。钱凤萍为了交足量，硬撑着扭伤，又回去挖了半天。等他回来，天都黑了。方彤不仅弄好了地窖，还把粮食也搬进去藏好了，甚至还做好了饭。夫人一瘸一拐地走进院子里，闻到了一阵饭香。方彤听见声音，赶忙从厨房出来。可算回来了，累了吧？来，快过来吃饭。好。你这是怎么了？崴着脚了？说着，赶忙把盆放下，急匆匆地过来搀扶着他。崴脚怎么也不说一声，逞什么强呢？
话语里有几分责怪，可这份关心却让钱凤萍鼻头一酸。方彤把人扶进主屋的炕上坐着，又去打了盆热水，拿了毛巾和跌打损伤的药酒过来。别，我自己能行。他在山里干了一整天的活，说没味道那是假的，而且草鞋很容易进泥土，这么脏的脚他不好意思叫方彤看到。行了，别多想。方彤一把抓住他想要缩回去的脚，细细查看，所幸骨头没有错位。方彤先小心地拿布沾湿温水给他擦干净脚，又拿冰凉的井水沾湿布冷敷一会儿，双手倒了药酒搓热，给他轻轻揉捏脚踝。粗糙的手掌摩挲过脚腕时，让钱凤萍别扭地红了耳朵。这怎么弄的呀？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哎，你呀，下次受了伤就先回家，山药不够也没事，咱家不是囤粮了吗？知道了吗？天色渐黑，方南志正在家门口茅坑上大号呢。一通畅快的排泄后，穿好衣服站起身往外走，才走出茅厕，眼前突然窜出一个黑影。爹啊，救命啊！那黑影也被吓得吱哇乱叫，他这么叫声音有些耳熟。方南之冷静了一点看去，他二伯。小半晌后，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的走进秦家。方彤刚给屋里腿脚不方便的钱凤萍送完窝窝头和菜回来，看到院子里的人影。二哥，你咋来了？我饿，弟弟他们不给我饭吃，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二伯饿的眼眶都凸出来了，唇色苍白，看起来好像随时要去了一般。方彤蹙眉，心下有些怒意，不过他没多说，拉着二哥往厨房走。你先坐下，先吃口。他真怕下一秒人就饿死了，立马接过，狼吞虎咽起来。你慢点儿，没人和你抢，这里有水，慢点吃。眼见制止不住他，方彤语气凶了起来。方莹身子一抖，听话的慢慢吃起来，边吃边掉眼泪。等他吃完一个窝窝头，缓过来了。再吃一个，慢点吃啊，说咋回事啊？以前也有不给二哥吃饭的时候，但饿一天，第二天多少也会给他半个窝窝头。这次怎么会3天都不给饭吃？三弟，他们坏，自从你走了，大嫂就没给我吃过饭了，还总骂我是傻子。昨天带我去山上挖山药，我挖的最多，有那么多，我挖了那么多，可是一口都没吃到。大嫂说我不配吃，我实在太饿了，今天就偷跑了，去田里找虫子。小时候吃不饱饭，三弟经常带着他晚上抓虫子吃，抓一堆虫子，拿削的尖锐的竹签串上，放到火里烤熟吃。但方银哪里知道，地里涝灾，庄稼都死了，哪还有虫子？我没找到，还有几个人揍我，他们没从我身上搜到东西，才让我走。三弟，他们打得我好疼。不是，你去谁家田里抓虫子去了？我从咱们家地里找，往哪边来着？对，好像是西边。我走到最西边，还有一群人打我。那些人是谁？方彤神色更加凝重。我不认识。话落，秦燕和方彤两人当即对视，心跳如打鼓。咱村人要么都在家里躺着，要么去山上挖山药，谁家也没心思和力气在这个时候打人。而且方银说的地方是离村子最远的地方，两人心头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难道是灾民？这顿饭顿时变得不那么香了。草草的吃完饭，一堆人聚在屋子里猜测讨论着这件事。好不容易生活好起来，灾民要是真来了，到时候全家都没命，一家子都不放心。行了，也都别琢磨了，是骡子是马，去看看就知道了。今晚你们都早点睡，我去西边瞅瞅。那多危险啊，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对呀，爹爹，二伯都被他们打了，他们不是好人，是坏人。还没事儿，你们几个呀都把心放回肚子里，我还能站着挨打不成？再说了，我也不是一个人去，待会儿啊我叫上铁柱他们一起。不过临走前，方彤看向狼狈不堪的二哥。三弟好，喜欢三弟。钱凤萍看着他身上的伤，这也是个命苦的。钱娘，阿言，我想让他留在咱家成吗？我二哥这人傻是傻了点，但是听话也能干活，每天只要给他点饭吃就行。他知道这要求有些过分了。可以，这也是你的家，虽是阿言当家，但你是他爹，能做主。钱娘，谢谢你。不是你自己说的，一家人不用谢。三弟，我不想回去，在这儿有饭吃，回家没有。二哥，你今晚先回家，明儿啊你再找个机会过来吃饭。哦对了，你来找我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被人发现，也不许和家里人说在这儿吃饭的事儿，听到没？别人如果要是问起你来，你就说在外面抓虫子吃，饿，知道吗？
方银听话，呆呆的点头。走，我先送你回家。把人送回方家后，方彤摸着黑，先找上了住的最近的铁柱，两人又分头行动去叫另外2人，最终在狗蛋家门口汇合。方彤悄声说了，猜测村里来了灾民，要去探探。3人那时一点瞌睡都没了，当即摸黑朝着西边地头走去。快要到目的地时，4人狗狗祟祟地躲在树后面，他们蹲守了一会儿，毫无发现。没人呢，咋回事？这块都是平地，除了他们藏在这里，其他地方一眼望到头。咱们动静都小点，绕着村子周围啊，先看看。打定了主意，几人蹑手蹑脚绕道去了村口。走啊走，一直走到了后半夜都没见影子，倒是发现了几户深夜造人的人家。狗蛋跟在队伍最后面，有些困了，下一秒撞上前面铁柱坚硬干瘦的后背。你咋不走啊？二娃眼疾手快，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看前面。不远处的官道上燃着一簇篝火，3人都不敢说话了。直到回了村里，确认身后无人跟上来，他们才松了口气。方彤一路上想了很多，一想到闺女说她就是被灾民抢走煮了吃的，他就又焦心又愤怒，上火的不行。走，找村长去。天还没亮，村长老爷子正睡着，一阵敲门声给他吵醒。谁啊？是我。村长这才开门。这么多人，咋了？有大事，村长，咱们进屋再说。一进屋，咱村子外面来灾民了，有7、8个呢。啊，灾民？真的假的？这是大事，你可别胡闹。真的，我们几个可都看见了。老头子那双浑浊的眼扫过眼前几个人，最后看向长得最老实巴交的铁柱。真有灾民？您老怎么就不信呢？真有。这些灾民可不是吃素的，咱们村里啊，最好赶紧成立个巡村队伍。现在咱村人啊，有力气的都要上山挖山药，其他人要么老人，要么孩子，哪有劲儿啊？建立巡村队，那得提供粮食啊，哪有那么多粮食？行啊，不办也行啊。等到时候灾民进来，不管你有没粮食，烧杀抢掠一视同仁。等到时候咱村里人都没了，您老也不用担心粮食的问题了。你小子说什么混话？本来就是啊。他说的话确实不假，现在不舍出点粮来，到时全村别说粮了，连人都没了。成，明个我就召集人商量。事情说完，方彤也不多待，他也得回家准备一番。你是个聪明小子，这事儿啊，多亏了你们啊。要是等灾民人够多了，直接进村抢，可就全完了。以前他只知道方彤混来着，没想到在大事上他倒是帮了村里不少。你们几个回家记得把粮食藏好，藏隐蔽点，千万别放什么地窖和柜子里。我要是灾民，第一个就搜这些地方。啊，对了，以后睡觉也别睡太死，身边啊放把刀，以防万一。方彤嘱咐了不少，3兄弟应了，各自回家准备起来。闺女啊，外面那些个灾民，神仙知不知道是咋回事啊？我问问神仙。方南之话落，系统就给了回答。系统哥哥说，灾民头子姓向，手下管着上百人。原本大伯就是认识那个姓向的，才引狼入室的。那姓向的不是本地人，是从新路县那一带一路流亡过来的。他手下的灾民也是那片的，是因着水灾，庄稼黄了，新路县的官员又层层加税，他们吃不饱饭，也交不起税，所以不少人跑了。难道现在来村附近那几个人还只是探哨的？他们木山村一共200户人家，上下加起来是虽有1000人，但是老弱妇孺可不少，他们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对上灾民还真不好说。方彤胳膊搭在额上，眉头紧皱，愁得睡不着。想到一半，被身旁的小葫芦声音打断。这小没心没肺的。翌日一早，方彤早早的就起来了。方彤揉揉胳膊，拿上绳索和菜刀，大步出门去找离他家最近的铁柱。铁柱家兄弟多，这会儿正此起彼伏的睡着。方彤把2手捏住，放在嘴里模仿鸟叫。不一会儿，屋里走出睡得迷迷瞪瞪的铁柱。2人照旧分头行动，分别去找另外几个人。兄弟团很快装备完毕出发。就在他们走后不久，快起来，村长又敲锣了，赶紧去。是不是又有人发现了什么能吃的东西？大伙儿也知道这灾年不易，家家户户都吃不饱，赋税繁重，县城里已经有不少灾民了。就在昨儿个晚上，咱村的方彤和铁柱几个人更是在咱村外面发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灾民。为了大伙儿的安全，我决定在咱木山村成立一支巡村队。巡村队要招10个汉子，每人每天额外给1斤山药，从宫中出。有想要参加的就去旁边排队，待会儿登记。这话无异于往开水里丢了个炸弹。成立巡村队，灾民真要来了？不能吧，我看8成是村长老头心里头担心，那方彤也是个邪乎人，搞不好人家就是路过让他看见了，告诉了村长，
老头放不下心才成立呢。要有灾民，附近几个村能没动静？是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未雨绸缪，对，未雨绸缪，提前预备着点就是没错的。不过1斤山药也太少了吧？我不同意，村长，您老啊也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那村里拿出10斤给巡村队，我们大伙儿可就得少分10斤。我费心巴力挖这么多山药，凭啥给他们分啊？哎呀，你个眼皮子闲的，就惦记着你那3两根山药。我成立巡村队可是为了全村的安全，到时候要真有灾民过来了，没发现粮食，你等着抱着你那2、3根山药一起下锅给他们夹菜。这话不假，饥荒年人饿极了，一子而食的事都不少，更何况是不认识的陌生人。那李寡妇被对得说不出话来。村长，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这日头这么热，我们都吃不饱饭，还要挖山药，你也不能凭方同一言就折腾咱们大家伙吧？那山药也都是大伙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眼下可是灾荒，目标就是一个，就是吃饱饭。就算真有啥子灾民，不过那么几个人，一进村，咱们大家伙就给他打跑喽，还用搞什么巡村队啊？依我看呐，就是他方同不安好心。不少人脑子转得慢，顺着他的思维走，不自觉地认同了他说的话。是啊，村长，秦小子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先把事搞明白了再说。方同往日就咋咋呼呼的，您老可不能跟着他不靠谱啊。要我说，这方同也真是个祸害，亏我前段时间还对他改观了呢，没想到这骨子里还是这样。高飞叔，你别胡说八道，你才是不安好心，我都看见了。上次你和李婶婶在地头光着打架，把李婶婶都欺负哭了还不提。场面一下安静下来，众人看看秦高飞，又看看李寡妇，光着打架，这是通奸吧？我了个青天大老爷呀！不是的，秦高飞这次看着挺正经的，没想到喜欢李寡妇这款呢。他家里不是有媳妇吧？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的寡妇可比自家的有味道多了。哼，秦高飞这家伙吃这么好。听着周围的议论和时不时看过来的揶揄目光，恼羞成怒，大步朝着方南之过来。我让你瞎说，小年纪就学会造谣了，一点规矩都没有。一个小丫头片子还敢说我？今儿个啊，我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钱凤萍赶忙抱着方南之往人群后面躲，看戏的也有几户好人家，赶忙也帮忙挡着。我勒个老天奶！冷静点，高飞，有事咱们好好说嘛。一个小孩子不懂事儿，秦高飞你这么大的人了，和他计较什么？自始至终，秦燕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轮椅之上。秦祖叔，你这是要以大欺小？你给我滚远点，一个摊子我都懒得搭理你。说罢，继续往人堆里挤，看起来今个非要揍方南之一顿不可。我家芝芝不懂事，我替他给你道歉。不道歉，凭什么道歉？他乱说我爹爹，而且我也没说谎，我就是看见他欺负李婶婶了。好，你个赔钱货有种啊！都他妈给我躲开点，谁再挡着我的道，就是跟我们秦家作对。人一个族的事，他们可不好掺和。两人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方南之才反应过来，想让婶婶放下他，他自个跑。嗖的一声剑矢破空声传来，下一秒头皮一凉，不远处轮椅之上的少年举着弓箭看着他，依旧是那般平静的眼神，这次却叫他脊背发凉。他意识到秦燕那剑是朝着他脑袋中间来的，他运气好侧头才躲过，他是真的想杀了自己。秦燕，谁给你的胆子？你身为后辈竟敢对族叔动手，还下此手，实在不忠不孝不义。家人被欺，难道要他无动于衷？老实点，再乱动我抽死你！大家伙都朝着门口看去，只见方同几人押着3个被捆起来的汉子走进来。村长，我们把灾民抓回来了。关系到自身，众人也顾不上看秦家热闹，都往这边凑。都让开，都让开，给老三他们让出一条路来。很快，3个汉子便被推到前面，五花大绑的面对着大家。你要是不想挨揍呢，就自个痛痛快快的说出来。他们这才注意到，3人脸上鼻青脸肿的，甚至还有血痕。方同几人身上虽然也挂了彩，但没他们严重。村里不少人看方同等人的眼神顿时有些不一样了，是佩服也有忌惮。好汉，别打了，别打了！我都说我们是从青鹿县逃难过来的灾民。说重点，在我们村附近鬼鬼祟祟的想干嘛？那我说了，你们可不能打我啊！我们几个不是主谋，我们就是被人派过来探路的。我们老大听说你们木山村是附近日子过得最好的，所以就想先抢了你们村，然后再抢周围的村子，等附近都抢干净了，继续流亡。眼看着木山村村民的眼神越来越不友善，这主意可不是我出的啊！你们可别打我。完蛋了，咱村被人盯上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可咋办？现在跑路吧，村长说。
跑什么跑？就他们有人，打都没打就知道打不过了。咱们村这么多汉子一起上，砍死他们。你说的容易，你们家男人多，我家男人可就2个。眼看着场面越来越乱，村长老头拿起锣鼓，卯足了劲，当当当敲了几下。都给我安静！这次村里要成立巡村队，没人反对了吧？灾民都到家门口了，还反对啥呀？村长，我觉着这巡村队的人有点少啊。是啊，再多加10个人吧，不然俺们这觉睡得心慌。村长爷，您听听我这心慌不慌？哼，这回不怕自家分到的山药少了？村长，那都是我们之前不懂事儿，您老就别和俺们计较了。咱们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现在巡村队加人才是要紧的事儿。行了，大伙别慌，我倒是觉得巡村队加人没必要。巡村主要是看情况，看看有没有啥鬼鬼祟祟的人，又不是让你们和灾民打架，真遇到啥事了，他们能够及时通知咱们大家伙就成。要是灾民多，也不用硬扛，咱自个儿家里啊，也都得准备好菜刀、锄头啥的，睡觉啊就放在手边。真要是有灾民来了，巡村队就那30个人也不顶事儿，还得大家伙团结起来一起上。老三说的不错，这事儿不能全靠巡村队，这样具体怎么安排，家家户户都听我指挥。村长老头岁数大，早年也是经历过乱子的，对于这种事也能算得上是有点经验。放心，我没啥事儿，倒是你们有事没？钱凤平想说没事，方南之委屈巴巴把刚才的事都说了一遍。方彤听了，抱着哄他，深邃的眼里情绪不明。最终定下来的还是原定方案，选出10个人成立巡村队，省着点吃，1斤山药一家子分了，1天吃1顿，够1天的伙食。虽然这活有危险，但对于那些家里实在是没了吃食的人家，也算是一条坎坷的生路。村长，俺愿意加入巡村队。左右家里兄弟多，也不缺他一个，他愿意去换一口山药吃。二娃和狗蛋彼此对视一下，心里犹疑不定。三哥，你去吗？我不去，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去做啥？他说完，两人也都歇了心思。不过村子里想去的人还不少，有了铁柱打头阵，不一会儿又陆陆续续的站出来9个汉子。巡村队分成2组，一组5个，铁柱带一队，你负责白天巡逻，每天傍晚来领山药。大山啊，你们5个晚上巡逻，他们来领山药的时候刚好接班。第二天早上他们接班的时候，你们5个领，确保咱们村12个时辰都有人看着。事情结束，方彤就要带着一家子回家。哎，方彤，你咋还走了？你们几个抓回来的灾民还没处理呢。人是我抓的，但怎么处理那不得是您老的事吗？我就一会儿，我能懂啥呀？随您老处理吧，我们先回家去了。老头看着院子里被五花大绑的3个灾民，心里忧愁。放了那肯定是不行，刚才大伙商量了那么多对付灾民的法子，万一他们几个回去通风报信，那底儿不全露出去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心底冒出。村长看着他们，被自个这个想法吓得手哆嗦，眼下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关起来了。就这么给人关着了，管吃喝不？你那份给他们吃了？那可不成。他心里也别扭，万一把人饿死，可这些人可是灾民，杀人不眨眼的，一路走过来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家，没杀了他们已经是他心善。吃喝是不可能给的，能不能活就看他们自己的命了。方彤才到家门口，便瞧见有个熟悉的身影藏在枯草里。嘿，顾头不顾腚，金哥他是真见着了。饿了。哎呦，我这个脑子。行了，走吧，进屋吃饭。很快，一大盆糙米饭端上桌，配上腌菜，算得上是美味了。方银埋头苦吃，不一会儿就干下去了3大碗，又呆呆地拿起饭勺去铁盆里盛。饭没了，没吃饱。看来昨晚吃那点是他收敛了呀。我再去煮点。不用，中午再吃。这要是让他二哥顿顿吃饱，家里供不起，先勉强不饿就行。这样吧，让二哥顶了咱家的份额去挖山药，咱家就不用去人了。可这多去一个人，能多分一点呢。你都崴脚了，还去干啥呀？你呀，得好好休养才是，别为了多那2、3根山药而落下病根子。三叔说的不错，娘您就别去了。两人都劝，钱凤平只好答应。听见没饭吃了，方姨有些意犹未尽的摸摸肚子。二哥，你去了就说给秦岩家挖的，也别那么实诚，不用挖那么多，知道不？可是村长说挖得多分得多。那村长也说了，一筐是要求的最低量，咱呐不用挖那么多，你挖够了1筐就回家来，知道吗？我知道了，三弟，就挖1筐，俺就回家吃饭。他二哥虽然人傻，但不管啥时候都惦记着饭。对，就挖1筐，然后就回来吃饭。秦燕坐在轮椅上，想起他早上听人议论的事。这些日子只发现2处有山药的地方都快挖没了，恐怕这事儿也持续不了多久。嗨，咱也不用太担心了，这都是村长老头要发愁的事情，跟咱没关系。秦燕颔首，
锄头、筐都给二哥装备好后，方彤把人送到门口，嘱咐了几句，很快人就出发了。芝芝，你也要挖山药吗？方南芝摇摇头，把人拉到一旁，趁着周围没人，悄悄地往他手里塞了好几个去了包装的小面包。二伯，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吃了东西，也不能说我给你吃的了，谁都不能说，不然他们会来抢的，知道吗？我知道了，不和任何人说我吃过东西。方南芝这才放心，看着他把面包吃完，才回了家。早上事情一茬接一茬的，消耗了太多精力。一家子吃饱喝足便午睡了，一觉睡醒后全都恢复了精力，便开始着手为接下来的应对灾民做准备。方彤琢磨出来几个到时候可能会面对的情况，然后一一制定了计划。比如到时候若是要逃亡，肯定要背着东西走的，那包袱就要尽量从简，提前装好了一些必备的包袱。除了日常要用的，其他用不上的全部收好藏起来，万一躲过一劫，家里也还能剩点东西。第二种情况就是和灾民正面对上，那到时候肯定要有些防身的武器。方彤把家里所有能用的工具都拿出来，摆成一排：锄头、斧头、铁锹、菜刀、匕首、砍刀、弓箭。到时候我来射箭。那我给哥哥削剑。行，我教你。齐燕在一堆工具里面找出一把比较小的刀，然后拿起劈成小条的木条，用小刀示范性的雕刻给方南芝看。这里是剑尖，要削的尖锐些，剑身要光滑，起码不能坑坑洼洼的。另一端要削出来一个凸起，你若是弄不出来啊，就把前面的尖削出来，动作慢一些没事，别伤到手就好。方南芝专注地看着，等他削完第一个剑后，便上手要试试。刚开始有些慢，齐燕还有些担心。别担心他，我闺女啊，肯定能行，不用担心的。来，阿燕，过来给我搭把手。方彤对方南芝的教育属于是细中有粗，该吃的苦吃，不该吃的苦绝对不吃一点。削剑也算是一门手艺活，练练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齐燕眸光闪了闪，似乎也明白了他的用意。这到时候来人，南芝可以藏在炕下这个地窖里，不过地窖不大，塞下他可就塞不下钱娘了。你有啥主意没？秦燕看了看院子，藏身地暂时没想法，不过咱们可以先在院子里设些机关，到时候啊，灾民打过来也能拖一会儿。要说到机关，那能操作的地方可就多了。譬如他在山上打猎设置的狩猎陷阱，坑中提前布置好尖锐的钢刺，让野兽踩到坑里全身刺穿。咱们可以做个像是自动抓鸟的笼子一样的机关，把笼子改进一下，只要有人踩到就会自动弹射石子。也可以一开门就落下水桶，到时候把里面装满发酵的粪水。好主意，哥哥，桶里也还可以装开水，开水烫人很疼的。他这一家子大的小的和中的都坏到一处去了，也好，也算是另一种团结了。说干就干，几人着手开始准备。小院子里忙得热火朝天，山上挖山药的人也如火如潮。林子里放眼望去，一大片都是决定挖山药的人。其中一个身影挖得起劲，腚也撅得老高，他身旁的山药筐只差那么3-2根就要装满。方言始终记着自家3弟的嘱托，挖一筐就回家。何社看着他高高撅起的腚以及那股猛挖山药的劲儿，心中吃笑，还有几分得意。自打上山来看着他家那卯足了劲儿挖山药的傻二脖子，他就没怎么动过。旁边有看明白了的妇人，看他的眼神也带了几分羡慕。方银挖完最后一根放进筐里，一副不属于成年人的童真笑容在那黑油油的脸上出现。他挖完了，他要回家，要吃饭。下一秒，他手里的筐一下子被一股蛮力拿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轻飘飘的筐。行了，这筐我先拿下山了，你挖快点，把这筐装满之后给你侄子，到时候你多挖一会儿，再挖一筐下去。方银的脸上顿时有几分焦急，把何氏递过来的轻飘飘的筐一丢。不给你，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我的。不是，这山药你不给自家，还想给谁？方银虽然傻，但直觉告诉他不能说。嘿，反了你了，你是不是想挨揍了？回去我就告诉爹娘，狠狠收拾你。听到他又要揍他，心里害怕，一下子生出猛劲儿，使劲把筐夺了回来，猛往山下跑。山药没拿到不说，还被余力弹了一下，狠狠坐回地上，摔了个大屁股墩儿。缓过来后，立马朝着山下走。他倒要看看这傻子让谁家哄去挖山药了。山下已经没了方银的人影，但是有登记山药数量的人的。何氏过来问了2句话。方银是给秦燕家挖的山药，不是你们家的，你们还得回去挖。怎么走了？又是他们家，他就不信。新仇旧恨，方老爷子还能坐视不管。另一边，方银早已忘了被抢了山药的委屈，想着上午侄女给的面包，笑呵呵到了门口。哎，阿哥，你先别从正门进，要么从后门，要么翻进来。他
们的水桶陷阱刚刚做好，只要直接推门进来。本来二哥就傻，砸一下更完了。方莹乖乖的从后门进来。吃山药。成，那我先去给你们做午饭。午饭干脆就蒸山药吃好了。何氏正带着方老爷子和2个宝贝儿子气势汹汹的上门来了。看着眼前半关不关的大门，二话不说一脚便狠狠踹。木门上用绳子悬挂着的水桶按照既定的抛物线径直朝着何氏的正脸砸去。哎呀，杀千刀的，疼死我了呀！这声音也吸引了屋子里忙活了半天准备休息的几人。公爹，你看，我就说是方童这个缺德的，忽悠二弟给他干活吧。二弟今早挖了山药，直接就给他送过来了。本以为你成亲能改点你那些偷鸡摸狗的臭毛病，都入赘了还忽悠你二哥给你家干活，你真是越活越差劲。哼，我忽悠我二哥？家里自从我搬出去以后，一口饭都没给他吃过。爹，你这是准备逼我入赘不够，还要再逼死二哥，然后用我俩省下来的粮去养活大哥一个是吗？你别胡说，我啥时候逼着你入赘了？不是你上赶着。再说那4两银子的嫁妆你没拿，我究竟因为什么入赘？爹，您和大哥心里很清楚。至于您说的那4两银子，哼，您老要是不服气，要不我把这事儿的原因跟村长说说，让大家伙来评评理。不孝子啊！不管怎么说，老二是方家的人，今儿个却被你忽悠去挖山药，总没错吧？山药也是拿来了你家是不是？方老丈怕是说错了。秦家可不是忽悠方二伯挖山药，而是雇佣。酬劳便是我们家管方银的伙食，您老可要搞清楚再说话，可不是我们秦家占便宜。你一个小崽子，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眼下各户自家都吃不起饭了，谁还敢管别人饭？你当你是地主呢？这读书人的娘子就是不一样。大嫂，您这胡搅蛮缠的功夫，竟比那楼子里的婆子还要厉害呢。大嫂，您可真是好威风啊！不过读书人娘子抢东西，大哥为了科举饿死亲弟弟什么的，你说这说出去了，大家伙会怎么想啊？你别说，我还真的挺好奇的。要不咱们试试？你别胡说八道，我分明只是要回老二挖的山药。行了，既然秦家是雇的老二，那山药就给他们了。倒不是他们不想要山药，只是不能让方童把事闹大。秦家雇佣了老二也好，刚好家里省了口粮，老二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察觉了自家公爹的意思，心下不服气。我这头好疼啊！你们家给我头砸伤了，我这脑子里嗡嗡的晕，你们得赔银子给我看病，少说也得6两。旁边方老爷子见状，双手背后默不作声。他爹和大哥一家着实是有够不要脸的。哼，是我拿着木桶砸到你头上的吗？啊，你问都不问一声踹的门，门都给你踹坏了，你倒还好意思反过来讹我？大伯母，你可得把门钱赔给我家。还有木桶，大伯母头太硬了吧，把我家木桶都给磕坏了。这木门和木桶可都是我哥哥用上好的木头做的，一个门10两银子，木桶6两银子，赔钱。对，我闺女说的没错，得赔我们家呀16两。几块破木头要他16两，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个小贱货，我让你嘴贱，一个丫头片子还好意思在这掺和，活该你个没娘养的贱种。你嘴巴放干净点。何氏不是个善茬，反手抓住钱凤萍的头发。臭寡妇，你以为你好哪去了？耐不住寂寞的骚货。钱凤萍是真生气了，她不太会骂人，只气得反手也抓住她头发撕扯。方南之二话不说，蹭蹭的跑过去帮忙，上去就死死抓住何氏的裤裆往下扯，还要去捡衣服带。何氏惊慌失措，还得分出一只手来应对方南之。看着打成一团的3人，方童捏紧拳头，但终归是男女有别，他不好和大嫂打架，于是悠悠地把视线看向2个跃跃欲试帮忙的小侄子。方晴天和方泽天后脊一凉，有种被狼盯上的感觉。方老爷子发现了，赶忙挡在2个孙子身前。都给我住手，别闹了，都是一家人，闹出去让人笑话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说完直接拉着俩孙子大步离开，他还没要到赔偿呢。但看着走远的方老爷子，无奈咬牙跟上。你们给我等着！妈的，这破头可真够硬的，给我水桶都砸出个坑来。没坏就好，至于咱这门暂时先别开了，省得再叫旁人碰了来讹人。咱们进厨去走后门吧。娘说的对，后院陷阱也要布置一番的。下午再布置，先吃饭。哎呀，我锅里还烧着水呢，你们先歇歇，菜马上就好。都怪那2人突然上门来，他一着急才忘了这事儿。方童和秦燕进屋休息，顺带商量后院的陷阱位置和布防。中午简单吃完休息，下午方莹也参与进来。
一大家子一下午都忙活得热火朝天。直到凌晨，陷阱工作才算是完成了大半。丁，成为合格的小当家人，守护家人布置陷阱任务完成，奖励特殊奖励。这奖励不如不说的，还有他更想要健康值。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交易通道，连通后可与其他位面进行交易。触发隐藏任务，这个妖妹心地善良。任务内容：积德行善，拯救100人。经检测，宿主发现山药告知村民，拯救即将被饿死的村民19人，目前进度100%19%。好，系统哥哥，我一定会努力完成任务的。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接到任务呢。此外，其他奖励都是系统哥哥白给的。可惜最近总有灾民盯着村子，也不让我出门呀。做任务不急于一时，先保证自身安全最重要，而且未必是要你出门。检测到宿主是未成年人，系统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综合判定，宿主监护人所做的救人行为也可算宿主的业绩。这规定好啊，明天他就多催爹爹上进，望父成龙指日可待。深夜，巡村队的汉子们在村里晃悠。要我说，村长老头就是多虑了，那几个灾民都抓到了，也没回去报信，他们还敢来咱村？村长也是谨慎嘛。大男人嘛，接了活计就好好干活，没啥好抱怨的。还是白天巡逻好，至少蚊子少点。说到一半，他的嘴被人捂住。都别说话。不远处有一簇火把在黑夜里熠熠发光，燃烧得正旺。而那火把周围围着10几个浑身漆黑、衣衫褴褛的灾民，其中一人缓缓转过头看向这边。有人！瞬间，10几个灾民举着菜刀、棍棒，凶狠地朝着他们砍过来。巡村队立马敲响锣鼓，男人们纷纷拿着菜刀、砍刀朝着这边跑来。那些原本正打架的灾民见不远处乌泱泱跑来的人，快跑，撤退！其余人似乎很是听从他的命令，不恋战，立马就要跑。巡村队的汉子们也打出了血性，哪能看着他们跑，进攻得更加猛烈。2个灾民被砍到腿，摔在地上，其余10几个头也不回地跑了。这群天杀的，还打上咱们村主意了，打死算了，打死他们！哎呀，都冷静冷静，为了他们，沾染上人命不值当的。你们几个谁受了伤？赶紧让古郎中给你们上药。古郎中呢？这儿呢。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从人群里挤出来。岁数大了，走得慢。小伙子们，伤着哪儿了？胡子上的重，先给他包扎。众人纷纷痛斥灾民，同时也对这些灾民的狠厉有了新的认识。方童没有参与，拎着砍刀转身就要走。方老三，你等等。方童回头，眼神询问他什么事。你小子一向主意正，这次有啥法子没？这眼下报官肯定也没啥用啊，这城里的灾民说不好还更多呢，人家说不定根本就没时间管。进咱们村子就一条道，要么就是从2侧的山爬进来，那些个灾民都饿得只剩下骨头了，8成啊也没那精力爬山。依我看呢，就找人把村口守着。确实是这么个理。方童回去后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一想到闺女被吃了，他就生了一股戾气，干脆也不睡了，直接从床上起来，跑去后院轻手轻脚的翻翻找找，很快便翻找出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刀，刀身已经有些生锈，他便用磨刀石一点点的磨。第二天一早，方南之醒来时便看到了呼呼大睡的爹和一把迷你匕首，他好奇的拿起来看，方童本就睡得不踏实，听见这细微的动静也睁开了眼。别划伤了手，这匕首啊你随身带着，遇到危险再拿出来，往坏人的脖子上划，眼睛也行。爷，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被灾民抓走啦。新的困难来临，原本的饥荒仍旧没有被解决。之后一连几天，村里只要还能动的，全部一窝蜂的上山挖山药，但基本能看见的都挖光了，运气好的也就能发现1-2根。直到后来实在是找不到山药了，村里才渐渐安静下来。方家也同样是这样，开始日日都吃粗粮粥。这粥这么少，根本吃不饱啊！那能咋办？家里没粮，孩子也没个有出息的。意有所指的看了方晴雅一眼。我看隔壁张家的闺女好像3天才能吃上一口饭呢，不像晴雅命好，长在咱家每天都吃的和壮劳力差不多。哼，我可听说张家那丫头不仅吃的少，还每天挖了不少的山药往家里拿呢，倒是个孝顺的。晴雅呀，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方晴雅抬眸看向桌子上的爷奶，可方老爷子老2口哪里听不懂他们的阴阳气，埋头吃着碗里的粥，对此保持沉默。方晴雅实在是没办法，小脸上有一瞬的纠结，而后慢吞吞地从怀里拿出一根金钗。爹娘，这钗子是伯父上次来留下的信物，你们当了还钱去吧。我就知道我们晴雅是个懂事的丫头，我和你爹这些年没白疼你。
晴雅呀，你放心，爹也知道这金钗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只不过呀，眼下家里实在是没粮了，这金钗先拿去活当，等日后你回了伯府时，爹再给你赎回来啊。好。那我先去买粮。走，晴天、晴子，你俩也跟着我去。等父子三个带着粮食从县里回村，已经是下午了。爹，咱们会不会遇到灾民呢？少跟那胡说，你爹我一向运气好。话说到一半，在注意到前头突然出来的几个干瘦汉子后晋升，不会这么倒霉吧？爹，快跑啊！方金也咬着牙，才往后跑没2步，草丛里再次窜出7、8个大汉拦路。兄弟，你想往哪儿跑啊？完了，彻底完了。等那几人走近，方金看着为首之人的脸。相公子，是我呀，我是方金，您以前的同窗，咱们还一起出去吃过酒呢。我记着您这酒量可好了，嘿嘿，讲真的，就这些同窗里头，我最敬佩的就是您。相公子，您看我家呢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看在咱们以前是同窗的份上，能不能放小弟一马啊？好啊，既然咱俩同窗一场，那就是有缘分，我哪能和你动手啊？不过前些日子我有些人折损在木山村，要是没记错的话，方兄弟好像是木山村的吧？钱凤平正在厨房烙大饼，几个人白天商量，打算今个过后家里就不开火了。村里不少人家2天就开火一顿，他们家虽然暂时没缺粮到那种程度，但也不好太张扬。方彤也没闲着，在一旁跟着帮忙揉面擀面。屋子里，秦燕正沉迷于教方南之认字，她发现了妹妹每学会10个字，她的健康值就能加1。不少个深夜时，她总能感觉到原本毫无知觉的腿隐隐有发痒的感觉。为此，她一定要做个督促妹妹认字的好哥哥。方南之虽然聪明，记得也快，但总归还是个孩子，过了学习那个新鲜劲，大部分时候还是想玩。不行，你昨天都没认字，今天得补上。哥哥好，哥哥你最好了，我也不是想玩，我是想学射箭，我觉得哥哥射箭的样子好帅啊。哥哥，你就是我最崇拜的哥哥，我也想射箭保护家人。行了，教你，不过你明天得把今天没学的字补回来啊。好，听你的，哥哥。先糊弄不过去再说。后院，秦燕拿起弓箭拉过方南之，来，手抓在这儿，另一只手抓在这里，用力拉弓。说着，示范性的发力，朝着稻草人靶子射去，正中红心。我学会了。下一次，秦燕便打算让他自己来了。方南之有样学样，学着哥哥的样子眯眯眼，瞄准，拉弓。只见小家伙拉弓拉到一半，力气不足，箭矢脱手飞射而去，径直朝着刚打开门准备进来的二伯脑袋上而去。那箭直直地插进了他的发髻上，在场的3人均是松了口气。好小子，第一次射箭就想拿人头是吧？差点大义灭二伯。芝芝，你力气小，以后再学。方银抬眼看了看头上的箭，眼里蓄起泪水。对不起二伯，我不是故意的。他没想到二伯会突然从后门进来，而且也是他力气不够才脱手。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方彤见了，赶忙从里面出来。我勒个去，这俩活祖宗！赶忙去哄委屈的快要哭出来的二哥。哎，好了，不哭，你弟妹啊，把饭都做好了，就等着你来吃了。饭好了？啊，那可不。今晚啊，你也甭回去了，就在这边住，咋样啊？其二哥在自家吃饭的事已经瞒不住了，直接住下也无妨。着火了，来人救火呀！哪儿着火了？祠堂着火了，那些关着灾民的地方着了，火烧得可大了，赶紧去吧。方彤一听，穿上衣服就要出去。等等，去的人不少，不差咱一个，而且今晚怕是要不安宁了。对，你说的对。祠堂那地方前后可没人家住，不可能意外失火，那就是有人制造的。半炷香时间不到，紧密的锣鼓声再次在黑夜里响起。灾民冲进来了，全村队挡不住，有100多个灾民冲进来，大伙赶紧准备起来。方南之心跳如锣鼓，在黑夜中打起全部精神，跟在爹爹身后帮忙整理机关。水桶里灌上了开水，各种机关整理完毕。糟了，我把铁锹落在院子里啦。没事儿，嘘。一家子屏息凝神，等待着敌人的到来。不一会儿，黑暗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翻墙进来了。全家瞬间进入戒备状态。院子里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墙上跳下来，一前一后的朝屋里走。我操！你个该死的，你眼瞎吗？我不知道这里有铁锹啊！全家人看了看方南之，一杀竟然是小丫头拿下的。
不过他们没时间感慨，门口处传来了猛烈的撞门声。2个时辰后，20多个灾民被大伙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扔成一堆。来，各家伤亡的人数都报上来。从村东头开始吧，我家没死人，就老头和老太太伤着了。我家也没人死，可我的小儿子腿上被砍了，流了好多血。顾郎中啊，您能不能先去看看他呀？顾郎中在人群里包扎伤口，忙不过来，闻言立刻答应。先治重伤的人家。说完便等着下一家继续报。等了小半会儿，场面还是安安静静的。第3家呢？怎么不报？村东头第3户是康家老两口，现在没来，怕是已经……这2个老头老太也是苦命人，儿女不孝，分家后很少来看二老，如今遭了灾民的祸，80%人没了。众人继续上报，这次顺利许多，唯有1户没人出来报。村长立刻叫了几个汉子去看看。等几个汉子回来，什么情况？张婆家，他死了，头都被打碎了。2个孩子我们找了，没找到，80%是被抓走了。张婆是个苦命的，儿子充军没多久传了丧报，儿媳妇改嫁，把2孙子留给他了。眼下他没了，孙子被人抓走，恐怕也是被吃的份。旁边粗糙的草纸之上，死亡和失踪名单又多了几个字。村子里一共死了3人，重伤的约摸着有30几个。村长安排古郎中先去重伤的几家，另外被抢光了粮食的有5户人家，被抢了一部分粮的足足有20来户。这还是在他们立马组织人反击的情况下，损失也已如此惨重。为什么呀？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我们家呀？我罗家这些年不偷不抢不骗人，为什么只是想活着都这么难呢？经历了1晚上的恶战，他们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知道发生这种事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但日子还得过呀，都擦擦眼泪吧，哭多了伤身体，哪里有粮食补？说完，大伙反倒哭得更凶了。哭吧哭吧，管不了。村长说，我就想知道，咱村有巡村队守着，怎么等人闯进来了他们才提醒？不是应该提前报信吗？要是早知道，各家早反应，或许多些人去村口支援，灾民进不了村，损失就会少些。对呀，还有祠堂是怎么着火的？可不嘛，都没个准备。我们人手不够，这才没来得及。怎么会不够？我前后安排了30多个人，来人了一部分挡着，再随便叫个人过来喊大伙，完全够啊！彼此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只是那脸上的唏嘘怎么也掩盖不住。到底怎么回事？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说话？实话实说，不然再有下次，不是要了全村人的命吗？赵大山，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不说，你们巡村队的人都别在村里待了。人手不够是因为有一半人偷偷回家歇着了，那些灾民们走了小路，直接通村口官道，他们突然出现和我们打起来，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脱身回来报信的，为此我还断了个胳膊。你们几个咋回事？人懒屎尿多啊，非要关键时刻歇着，拿着山药不干活，你们还是人吗？要把全村人的性命放在哪儿？那些汉子们被村长指着骂了好半天，都没人敢说话。村长，您消消气儿，大伙也不是纯懒，主要是听说了隔壁临安县的灾民太凶狠了，不仅杀人放火抢粮食，若是家里没男人，他们还要虐杀老人和妇女。大伙儿也是担心家里剩下的人守不住，才想回家看看。铁柱，这流言你们是从哪儿听说的？是方家2个侄子说的。昨个白天，方大哥带着2个儿子进城回来的时候，正巧碰上我们当值，便和我们唠上2句城里的情况。那也太巧了吧！大哥白天刚从城里回来，这晚上灾民就来了。不少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方金。老三，你什么意思啊？这种事情哪能凭你自己胡乱想就胡说呀？那是临安县的事儿，是县里传遍了的。刚巧碰到巡村队的乡亲们，我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些，哪能想到他们会偷懒回家呀？至于你说的灾民夜袭，那与我更无瓜葛。我家也是遭了灾民抢掠的，更何况我身为读书人，苦读圣贤书，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是啊，方金可是读书人，咋可能和那灾民勾结？哎呀，行了，都别吵了，怪来怪去，说到底还是村里人不够团结。关键时候都只想着自家，但就事论事，这些人惦记着自家却也是人之常情。大哥的话恐怕都没有30%真。接下来该咋个办？大伙有啥主意都说说。先报官吧。对，村长，咱们先报官，防着那些灾民再来。
报官是必然的，待会儿啊，我就带几个人去县里，你们说说其他的。村里遇了这么大事，是必须上报的。不过县衙能不能帮他们抓灾民，或者啥时候能帮，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在这期间灾民再来咋办？不能不防备呀。我觉得吧，咱村首先得团结。众人纷纷看向他。大家伙琢磨一下啊，昨晚自家守自家的，那是不是伤得更重啊？再看看咱村那好几家一起守的，那伤的就很轻啊。大伙儿看了看，又对比了下，还真是这么回事。对，方彤说的对，昨儿个多亏老三他们过来帮忙，俺家才没被抢。可不嘛，大家伙得团结呀。我觉着4户人家联手，一起防着比较好。他对这个以往游手好闲的混混，如今是真有几分刮目相看的。大伙儿听我一言，我觉着干脆咱们从东头数，每户邻近的人家互相保护，谁家来了人，另外几家的壮劳力也不能袖手旁观，都得去帮忙，晚上也都得机灵着点。至于巡村队，那几个跑回家的完蛋玩意儿靠不住，其他几个靠得住的，昨晚也都受了重伤，要是再来一次啊，也不一定能扛得住。各位觉着，要不巡村队再招点人？去巡村队太危险了，且昨个的事，巡村队可没发挥多少作用。巡村队主要是报信儿，但这个作用换别的法子也能达到。我觉得吧，不如村里每隔3、5家门口都拴上狗，反正就是个示警作用，一个狗叫，那全村的都能跟着叫。这主意好，我看成啊，我在我家门口拴一只。都别急，我到时候会安排，该有的人家肯定会有。村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狗的，但有的人家大狗生小狗也是能借用下的，这事儿算是定下了。大家伙伤的伤，累的累，商量完事，各自拖着疲惫的身躯就回家了。二弟呀，你在三弟家都待了那么久了，该回家了吧？昨个方家只来了一个灾民，倒是还能顶住，可昨天向文斌他们可是吃了大亏，下次再来的时候还给不给他面子，那就不一定了。二伯，不要回去，我舍不得二伯。二哥吃了我家的饭，就相当于是被我们家给雇了啊？还是说你们家的规矩就是收了工钱都是不干活的？在我这儿可不行，二哥不能走。哎，二弟，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是爹娘生你育你，如今这么危险的时候，你都不担心吗？啊，现在不过是让二弟回来住几天，保护爹娘而已。你这么做，爹娘知道了得多寒心呐！那家里不是还有你呢吗？怎么你不护着爹娘啊？那让爹娘知道了该有多寒心呐！还有啊，这家里为了供你读书，这才把我送去入赘。这二哥在家4、5天了，你们是一口饭没给他，那么大个男人都快饿死了，才跑出来到我这儿混口饭吃，少了我俩兄弟在家里跟你抢粮。大哥，您这回可该高兴了。我说三弟，你别为了这么点事就胡说啊！不愿意回就不回，我还会勉强你们不成？哼，算了，爹娘还是由我这个做大哥的保护着吧。说罢，匆匆甩袖走了。方家也太偏心了。二哥，走，咱把这尸体给村长叔送过去。到时候到了地方啊，咱们把这几具尸体一抬，就给他丢门口。村长老头要是追咱俩就赶紧跑。哦，对了，别忘了把那板车给推回来，这东西啊可金贵着呢。任务艰巨啊，二哥，我只相信你。走。村长正在门口收拾自家呢。村长叔，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不等村长好奇，下一秒一大包破布裹着的尸体便被卸了货，就堆在院子门口。方头，你个瘪犊子，你啥意思？坑人啊！嘿，昨晚死的灾民可有好几个呢，这种大事儿，村长您老不管谁管呢？说完，拉着呆呆的方银一溜烟的跑了。不一会儿，村长家里门口就热闹起来了，陆陆续续的有村民过来把剩下尸体给村长运来。村长老头看见门口堆了10几具的发青的尸体，只觉得两眼一黑。都站住！你们都回来，把尸体背上。那几个汉子一听走得更快了，直到听见后面的老头声嘶力竭的喊，让他们把这些尸体都放在祠堂时，哎呀，这老头早说嘛！这下倒是都知道往祠堂运尸体，没人往村长家门口扔了。虽然祠堂烧了，但老祖宗们应该还在吧？肯定能镇得住。经历了生死一遭，他深感活着的重要性，因此把家里唯一一只鸡炖了，还煮了干糙米饭、蒸山药和腌菜。就在一家子准备吃这顿庆祝劫后余生的大餐的时候，古郎中就站在门口吆喝方童。方童绕过陷阱出来，古郎中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方童啊，这半罐药你拿着，治疗跌打损伤、止血、消炎都能用的。这药别看量少，可却是现在村里的稀缺货。昨儿个晚上多谢你救了我们老两口，果然是远亲不如近邻呐。哼，也不知道那些灾民还来不来，关键时刻还得是你这个邻居靠得住，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您老放心，
到时候灾民若是再来呀，我家有余力，一定去帮你。有你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那我就不便叨扰你了。我这把老骨头啊，折腾了一宿了，得回家歇着。哎，我送你。左右是邻居，方童亲自把人送到了谷家门口，又跑回家来吃饭。方南之少见的安静，小家伙双目放空，动作机械，呆呆地吃着鸡腿。隐藏任务进度检测，任务内容：积德行善，拯救100人。经检测，宿主亲爹昨日在灾民手下救了村民10人，进度加10，目前进度129%。与此同时，秦燕也陷入类似的发呆状态。丁，又是努力成为合格小小当家人一天，抵御外敌，守护家人，保护妖妹，是你成为当家人的职责。恭喜宿主触发并完成隐藏任务，奖励小麦种子1包，健康值加5。不出秦燕意料之外，小麦种子依旧是没有，少年也不在意了，只要有健康值就好。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奖励小麦种子1包。自己不是还没完成任务呢，系统哥哥也太好了吧。吃完饭，下午一家子又把陷阱稍微改动，重新布置起来。谁也不知道灾民还会不会再来，准备着点儿总归是没错的。能有这么大规模灾民团体的，现在估计也就他们一个，不可能再多。再多的话，只怕遭殃的可不止村子而已，只怕整个县早就彻底乱起来了。而且那群人在咱们村里吃了亏，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儿有防备。如果那为首的是个聪明人，应该不会再来了。方童听完，淡淡的点了点头，面上不显半分情绪，可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当晚就从后门偷偷溜出去，用半斤山药把铁柱请了过来。你帮我守着家，我出去一趟。方童神秘兮兮地摸了摸怀里揣的东西，绕过巡查队，在黑夜里朝着方家的方向去了。他打听过了，灾民来的那天晚上，来他家的人最多，去方家的最少，而且是真有人想要抓走他闺女。虽然没得逞，但这个仇他不能不报。摸到了方家墙根下，方童鬼鬼祟祟从一处狗洞里趴下，与洞另一边的一双狗眼对视上，被方童随手丢出的鸡骨头给打断。哎，好狗，去吧。这狗刚被捉来方家，还没被驯化，自然也没有认主这一说。月光下，一个人影轻车熟路摸厨房里，借着微弱的月光打量了一下厨房。现在他们父女俩一走，柜子门都不锁了，刚好便宜了他。打开柜门，里面正放着一小袋满满的白面，足有5、6斤重。都栽荒了，他方金居然还吃白面。下一秒，白面袋子就被他毫不客气塞进怀里。方童又熟悉地摸到了大水缸的位置，利落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倒入水中，还不忘拿手搅拌搅拌。正忙活着呢，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狗子！方金迷迷糊糊地出来上茅厕，看向狗子的位置，却没见影子。娘的，没良心的狗东西，白喂了你2天了。话落，男人的脚步声渐渐走远。方童贴着门仔细倾听，听了茅厕木门开关的声音，他把厨房恢复了原状，才从里面出来。月光下，方金雪白的屁股一动一动的用力，格外显眼。全家都饿得面黄肌瘦，就他这大哥养尊处优，这大屁股居然还白胖白胖的。他大哥这么努力上大号，他做兄弟的怎么也得帮一把不是啊？他利落地从身上掏出炮仗和火折子，点燃，瞄准，抛出，撒丫子跑。砰的一声闷炸的声音夹杂着男人的惨叫从身后传来。谁？是谁？方童绕过巡村队，一路跑回了家，直接盖上被子就呼呼大睡。娘，快来救我！爹呀！大半夜的，老大叫唤啥？打开茅房门，里面却不见任何人影。方金的声音从茅坑里传来：爹呀，快把我捞上去！这一看，方老爷子顿时醒了神。赶紧，老大媳妇儿，晴天、泽天，都快点过来，赶紧把人捞出来！一家人先是忍着茅房的臭气熏天，拿棍子捞，拿绳子系，最后千辛万苦的终于把读书人方金从茅坑里拉了出来。方金浑身是屎，那股发酵了的臭味袭来，熏得人眼前发黑。方晴天和方泽天两小子更是趁机偷偷溜走了。老婆子，你去烧点热水。方老太太心疼大儿，忙不迭去了。你把衣服给老大脱了，待会儿就在这儿伺候他洗干净。看着眼前这个以往让他爱慕的翩翩公子，如今一身大粪，冲击力着实是有点大。相公，我先去给你准备帕子啥的。慢着，先帮我把衣服脱下来。何氏心里一个咯噔，但他了解方金，金哥要是躲了，那他定然会记仇。没办法，只能屏息，伸手去触摸那沾满了屎的里衣。滑腻黏糊的湿感从指尖传来，一喘气又夹杂着浓烈的臭味。
何氏终归是没忍住，哇的一声干呕。何氏，你什么意思啊？女子出嫁从夫，以夫为天。以前你一口一个夫君，自诩嫁了读书人，没少借着我的官和旁人炫耀。如今我不过是掉到坑里，你就如此嫌弃我？隔壁周家人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了喝骂的动静。王老头，你家咋回事啊？来灾民了吗？要不要帮忙啊？哎呀，没事儿，没啥事儿，没有灾民，这半夜大惊小怪的干啥？管好自家事得了。嘿，姓方的，我好心好意过来帮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再说了，谁半夜作怪啊？你家老大没事吵吵啥呀？把俺家人都吵吵醒了，我都没和你算账呢，你倒是先计较起来了。这边吵闹的动静一下子又吸引了周围几户人家过来看，人一多，方老爷子就清醒了。我家没啥事儿，都别瞎凑热闹，赶紧回去眯觉去吧。有人眼尖，一眼看到了院子里乱扔的衣裳。这谁衣裳啊？瞅着好像染了屎了啊！是我大儿媳不小心掉里面了。女人受点委屈就受点，哪个女人不受委屈？更何况还是替自个丈夫背锅，天经地义。爹，你可别瞎说。公爹这么说，以后他出去，哪个妇人不都得笑话他两句？那不是方家老大吗？我来的时候就听见方家搁那骂人的，说什么掉进茅坑里嫌弃，原来是他掉里头了。这点破事儿，第二天就从村西那头传遍了全村。你还不知道吧？你家男人他大哥昨儿个掉进粪坑里了哟！啊！你公爹啊也是有意思，被人发现了，还说是你妯娌掉粪坑里了。你妯娌更有意思，直接从屋里出来说：“你不要胡说。”这一大早也没消停，一家子也不知道吃坏了啥，哇哇吐。最后是方晴雅那丫头边吐边请了古郎中，还给古郎中吓了一跳，以为这妮子没嫁人就有了。好在呀，最后把脉出来了，全家吃了脏东西，古郎中给开了泻药，拉干净了就好了。现在呀，方家所有人上吐下泻，哎呦，那味儿就不用说了，能飘出去5里地。刚回去，钱凤平就把这事儿给说了。啊，竟有此事儿！哎呀，大哥也太倒霉了，过2月还得科举呢，可别折腾坏了身子。我爹也是抠门了一辈子，咋还吃上脏东西了呢？不是方彤给全家下药狠心，而是他猜得出，大哥要是和姓向的灾民头子联手，这事家里肯定知道，爹娘8成是默认纵容了。不行，这一笔写不出来2个方字，我得去关心一下爹娘，尤其是大哥。走，闺女，爹带你看热闹去。走，快走！这爷俩不会是要去方家长见识吧？那还不得打起来？说，不然您还是在家歇歇吧，免得让人误会了。虽然如今是2家人，但您为了芝芝也该爱惜名声。放心，我真是去送关怀的。我方同是像那种嘲笑兄弟的人吗？昨晚他就隐约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窸窸窣窣的，是有人进出的声音。院子里陷阱不少，除了自家人，旁人可做不到来去自如。最后方彤也没真去方家，但是他带着闺女还有二哥去了村长家看热闹。比起方家那个丢人的小事儿，村长家这会儿才叫一个真热闹呢。村长爷呀，我家的粮食全被抢了，家里孩子饿了3天了，再饿就真的饿死了呀。村长说，俺家马上就要断炊了，活不了几日也得饿死了呀。村长被围在中间，听着众人魔音绕耳的哭声，愁得一个头2个大。村长说，你说话呀。村长，您给俺们想个法子呀。让他说话，他能说什么话？他能有什么办法？你们先起来，别哭了。我也知道你们家里有难处，可在这儿哭也不是个办法呀。村长说，您可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求的不多，不过您想想法子，分点粮给我儿子，别让他饿死就成。看见没，这就是做事冒头的下场。所以啊，哪怕是你有能力，做事也得苟着点。一旦你冒头之后，那可就完了，然后大事小事都得找你，你不帮吧，还显得是无情无义。以后做事得藏在能耐人后面，不起眼。来村长家看热闹的人不少，想看看村长能不能给这些没粮的人提供法子。毕竟眼下灾荒，其他人家没被抢，自家粮也不多，一个个也不寻思寻思，他要有好法子。别的不说，他早先让自家1天3顿吃上干饭了。村长老头上火着呢，一扭头正对上人群里幸灾乐祸的方彤。方彤啊，你一向主意多，上次的山药不就是你帮着大家伙找的吗？这次有啥法子没？村长说，我就是个混子，能帮大伙一次，那都是祖上冒青烟了。您老不是经常说吗？我们这帮小年轻，那都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不像您瞅瞅，您这胡子都一大把了，这经历的大风大浪也多了。我相信啊，您是一定能给大家伙找个活路。村长说啊，我们大伙这么多人的命，那可就全靠你了。旁边几户哭嚎的人家哭得更大声了。哎呀，村长他叔啊，给俺们一条活路吧！嘿嘿，说话就说话，注意点影响。村长老头顿时吓得花容失色，他媳妇儿可还在屋里看着呢，他可不想今晚打地铺，心里暗骂方彤两句，这厮忒不是东西了。你说他没法子就没法子吧，怎么还带煽动情绪的呢？都哭什么？消停会儿，把路让开！是村里的哪个这么不讲道理，却见到5个穿着衙役服、挎着大刀的衙役到了，当下就没人哭了，动作迅速3-2下让开了路。各位官爷来了，一路辛苦，可要先进屋喝杯热水啊。不用了，先带我们去看看灾民的尸体。最近公务多，忙得脚不沾地，只想完事早点回去交差。哎，好，劳烦几位官爷了。这边呢，已经报关好几日了，可算有人来处理了。村里人也难得见衙役，都没想走，跟上来了。那些灾民的尸体一直都被放在祠堂，不过祠堂被烧得只剩下2面墙，所以和放在露天的差不多。天气炎热，还没走近便能闻淡淡的尸臭。方彤立马拉着2人不再往前，除了嫌弃味道，他多少有些怂。以往他虽然是个混子，但也就偷鸡摸狗，没干过多恶的事。前几日杀人都是被逼无奈，这几天后返进，天天做噩梦，就是没好意思往外说。那些衙役们也嫌弃这味道，绕着走了2圈。那晚什么情况？你说说。那伙灾民前2天就盯上我们村了，然后半夜突然从小道进了村抢劫。行了，这事儿我们记下了。至于尸体，你们处理，后山随便挖个大坑，把人全埋了就行。一直就这样放着，小心生出疫病。这些尸体他们没有半分打算带走的意思，毕竟村里和县里离这么远，他们干什么给人白运尸体？也不是闲的，意思走个流程就行了。是，官爷说的对，我待会儿就安排人埋。这几日把尸体晾在这里，就是为了等县衙来人看看，他们可是良民，为了活着才杀人。官爷，村里还关了10几个活着的灾民，您看……这些我们带走。活着的带回去可是算功劳的。之后衙役又问过村里伤亡情况，知道不算严重，就打算收工了。官爷，我们村里还有不少人被抢了粮，活不下去了，朝廷那边会不会安排救济粮啊？切，救济粮？救济个屁呀！前段时间大雨，你们县还好，只是大雨毁了庄稼。再往前的新安府城，那个城被雨水直接冲塌了堤坝，那堤坝一破，河水上岸，有不少人都被冲走了，家破人亡。不然怎么有那么多灾民涌向到咱们县呢？现在朝廷也正头疼，就算有赈灾粮，肯定是先可着新安府城先来。你们惦记着这个，不如去山上多挖点树皮吃。心就凉了半截。你们也别太傻太灰心了啊！县令大人已经下令，叫我们把县里各处都走了一趟，抓了不少闹事的灾民，基本上能震慑住剩下的灾民。这次县衙出手不是全靠武装镇压，还有别的手段，比如招揽一部分灾民，安置他们分田建屋，打压一部分极其凶狠的，让他们去挖矿修路，反正什么活累干什么。以后应该不会再有灾民这么大胆子直接来抢掠了。当然他没说的是，个别灾民抢劫或者偷盗什么的还是无法避免的。方彤琢磨了下，顾不上嫌弃尸体，壮着胆子凑过来。嘿嘿，官爷们心善，这才和我们这些泥腿子提点2句。这心善之人呐，都有福。我呀会看些笑，这官爷们呐，日后定然都是能够赚大钱的。你倒是个会来事儿的。哎，官爷，不知道那些被抓的灾民里面有没有一个姓向的？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哎呦，官爷，我跟您说实话吧，灾民来的那天晚上啊，抢我们家的人家是最多，这其中就有一个姓向的灾民，我听其他人喊他2把手，他哥是灾民头子。这当时啊，我就想着，哎呀，这样的人物，这官衙如果要是把他直接给抓了的话，那其他灾民他不就成不了气候了吗？那姓向的头领的弟弟死了？官爷，被放在最边上的那个穿着黑衣服的那个，那衣服还是棉布的呢。衙役看了一眼，够生性的，可惜了，那个姓向的我们还没抓着，这人确实是我们主要目标。抓了这人，在县衙绝对是大功一件。衙役目光触及方彤身后的小丫头，你们家人以后出门注意点吧。我们抓了一部分灾民，审问过，那个姓向的就剩下一个亲人了，就是他那弟弟。平日里那个姓向的可宠着他这弟弟了，感情不浅。他没说透，但方彤脸色一下子变得不太好看。行了，
这边调查完了，我们就走了。各位官爷远道而来，不如在村里吃口饭再回。不了，放在以往，高低要留下吃一顿，村里最次也得杀鸡招待，但眼下还是早些回去吧。方彤已经没心情看热闹了，拉着闺女和二哥往家走。本以为解决了那些灾民，算是破了闺女说的内事，谁能想到灾民头子没抓住，恐怕对方还直接记恨上自家了。闺女啊，这段时间千万不要自个儿出门啊，哪怕是在村里也不行，只要是走出咱家这个大门的事儿，你都得和家里报备，让我同意了才行。知道了，爹爹。二哥，你最近这段时间也别乱跑，就守着芝芝，除了上厕所和睡觉，都得寸步不离的跟着她。三人到家后，简单把在衙役那里打探到的消息和家里人说了声。现在县衙动作大，姓向的肯定不敢露头，且他手下是灾民，一切为了活着，愿意跟着他报仇的没几个，所以他就算再恨我们，也不敢进村乱来的。这话让方彤安心不少。眼下入了秋，这地里的粮食都给毁了，咱家虽然现在还有点存粮，但我算了算，就那点存粮也就够勉强撑过这个冬天，那春天肯定是熬不过去的。所以啊，咱们得找条活路，不如就种上一茬冬小麦吧。前2日闺女悄悄和他说过，神仙给了一袋小麦种子。咱这边冬天不算冷，是能够1年2季的。咱村除了早几年村长家里种过一次冬小麦，这些年可就再没人种了。前些年村长老头那冬小麦不是种的挺好的吗？亩产也有3担呢。是还行，可体力消耗太多。再后来那块地就成了薄地，开春再种东西就收成少，村长叔也是花了2年时间才养回来的。咱可不比那地主富户，人家的田肥准备的肥料也更多，但咱家没那条件，这么一折腾田地，影响了明年的收成就不好了。大不了咱明年仔细点伺弄地，也一样能多收点粮，总比把地种坏了强。我知道你是想稳妥些，可这马上就要到税收的时候了，今年朝廷免不免税都还不一定呢。要是不免税啊，那就得用钱抵税，咱家里啊就剩下那点钱了，恐怕全都得贴进去。至于肥的问题，我有一个兄弟就是在城里收夜香的，来年春天我找他收，咱们往地里多撒点就是了。娘，叔说的有道理，总归都是要挨饿的，不如试一试呢。先不说肥，就这些年家里粮税是他去交的，自然能算过来有多少，知道方叔说的在理。成，你们2个都是聪明的，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咱家就试试。对，听婶婶的。翌日吃过干粮饼子，一家人除了秦燕看家外都下地了，地里依旧没什么人影。种地就是这样，老天爷不赏脸，全白搭。方彤夫妻2人拿着铁锹，顺着地垄开始挖。方银在另一处同样挖了个口子，田里积攒的水就开始往外流。这水还得先排一会儿，芝芝啊，你先去边上待着，一会儿再来，免得弄湿了裤腿，但是别走太远啊，得在爹的视线范围之内。方南之自然应声，拿着亲爹给的小匕首去周围杂草丛扒了。发现远古植物狗尾巴草，建议宿主收录，可得随机盲盒1，健康值+1。发现远古植物刺线，建议宿主收录，可得随机盲盒1，健康值+1。发现远古植物苍耳子。系统的收录范围很广，并不拘束能不能吃，只要没收录过的都在目标范围。听到那么多盲盒，方南之动力满满，撸起袖子钻进杂草堆里就是干。系统叮叮叮的响了得有好几分钟，不是，他家宿主的健康值怎么都没加上啊？看着宿主撅着小屁股薅草的身影，系统心虚了。好在他这个宿主人小，不在意健康值的事，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方南之虽然野心勃勃，可这一片的野草也不过5、6种，都被收录一遍后，系统就安静了。小丫头也不失望，一扭头看，田里的水已经排了不少了。哟，方老三呀，你家这干啥呢？咋还排上水了？以往春种秋收，方彤都理由百出夺揽，眼下收成全毁了，反倒干上了。家里揭不开锅了，这不听官爷们说那些灾民不来了，我这就寻思着种点冬小麦试试。先前在方家干多干少，最后全便宜了大哥去，所以他能夺揽。可眼下这地里产出都用来养活他老婆孩子的，能不卖力吗？这冬小麦可不好整啊，我家是不敢弄的，怕来年影响了收成。那你家就不弄呗？要我说，你家也太大胆了点，可别忙活了一冬天，到头来没种出来，白折腾。可不是吗？折腾完废了地里，后头几年咋办？这玩意儿可不好弄。去，这一个个的不会说话就别说。你家粮够吃过今年冬天吗？人得活着才能有以后吧。要是粮多，那就爱种不种，别搁这烦我。方彤的2句话真给几个人干沉默了。家里粮已经不够了，他们几个上山回来一根野菜毛也没找到，衙役也给了准信，不会赈济，不想想法子，真的还有活路吗？没错，得先活着。秦家，方南之迷迷糊糊睁开眼，想了，芝芝，
该学认字了啊。方南之立马紧闭双眼，假的，一定是假的，他肯定还是在做梦，等他倒数结束就好了。不等他倒数完，整个人凌空被提了起来。到了时间不主动起来，逃避学习，今天再加10个字。话落，直接给人放到了平日学习认字的板凳上。小小的人面对眼前的书，认命学了起来。虽然学习很苦恼，但方南之发现，每次认字后，系统都会随机给他奖励。为了奖励，学；为了健康值，学。沉浸在学习中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恭喜宿主完成小小当家人日常任务，奖励健康值+1，辣条1包。反正也拿不到，只要健康值到了就好。嘿嘿，系统哥哥给他的奖励是一袋辣条。等大人们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的时候，天色基本已经全黑。钱凤平做饭，方彤带着二哥砍柴，忙活好，晚上还挺丰盛，一道炒山药，一道炒野菜，一大盆玉米汤，干饭是杂粮饼子。方南之今晚胃口很矜持，吃了小半碗粥就非说饱了，惹得方彤拿手摸了摸他脑袋。这没发烧啊？难道是中暑了？才没有，我好着呢。说完，小丫头就去洗漱，然后回屋睡了。这一下可好，她省下那份全进了方银的肚子，还是三弟家好，每次都能吃个大半饱。方彤无语。没事，我一会儿蒸个山药温在锅里，半夜芝芝饿了你给他拿。辛苦你了，钱娘。两人一对视，都有些不自在。秦燕低头喝粥，全当没看见。夜色渐深，方彤回屋的时候，便见闺女躲在被窝里，屋里还弥漫着淡淡的从未闻过的香气。好家伙，原来回屋偷吃来了。爷，快尝尝这个辣条。一口吃下去，咸香四溢，直叫人上头。好吃吧？辣不辣？喝奶。系统哥哥告诉我，辣了就喝奶。父女俩牛奶面包配辣条，吃得上头。这神仙可真好啊！那可不，系统哥哥说了，辣条是用面做的，面粉是小麦磨出来的。爹，等咱家小麦种出来，就能自个儿做。哎，那可有的等了，这还没下种呢。到时候都有神仙给了种子，来年肯定收成好。刚好秦家这边没有小麦留种，不用想法子换种，等到时候借口说外面买的就成。没错，系统哥哥给的都是好东西。谈完正事，爷俩关注又回到吃上。爷，你想好法子了吗？咱俩吃了这么多了，不给婶婶和哥哥吃不好啊。这事你不用愁，再过些日子，爹指定让他们娘俩都能喝上奶。牛奶这东西，他听人说过是很补的，兴许能对秦燕的伤有好处。一日一早，方彤吃过饭便说要进城一趟。钱凤平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应了声，还拿了10几个铜板给他。今日只能他一个人去地头了。姓向的灾民头子没被抓，家里还得留个大人看着，这事儿就交给方银了。哟，钱妹子，今儿个咋一个人来下地了？嗨，你也甭解释啥了，我家那口子都看见了，你家男人和二娃兄弟几个去城里鬼混了。我们当初和你说了方老三靠不住，你看你还不信话。虽说前段时间你家男人装了2天样，但这时间一长，还不是原形毕露了。日子才刚安稳下来，就跟一群狐朋狗友去城里鬼混。钱妹子呀，日后你这日子可就难过喽。因为他也不知道方彤进城去干嘛了，所以他没接话。我听说呀，方老三几个以前经常去青楼赌坊门口转悠，这要是染上一样，吕嫂子倒是有精神闲操心，就是不知道你家的小儿子和小媳妇回来了吗？前几日灾民入村的时候，吕家大儿子推着小儿子去挡灾民，自个在屋里锁了门。衙役一说没灾民再来抢了，小儿子2口就回娘家了。嘿，你哪来的脸说我？我家咋样，轮得到你这个克夫克子还不守妇道的娼妇来说？我咋样，也比你这个丧门星强。说你怎么了？你偏心害得儿子跟你离了心，大伙都知道。两人距离越来越近，抻着脖子互骂，眼看着就要打起来。钱妹子，你快回家吧，你男人和二娃他们几个回来了，还牵了一头牛呢。钱凤平，你男人不是进城偷牛了吧？这以往偷鸡摸狗没人管他，偷牛可不一样，官府都有记的，一查出来呀，那你家可真要完了。牛能用来耕地，因此朝廷对牛的管制很严格，除了老死病死的牛，否则不能轻易杀。盗窃牛的罪名和拐孩子也差不多了。钱凤平一想到这些也慌了神，不管身后的吕氏，着急往家跑。秦家，老三，你这牛哪来的？还有人看牛的眼神很热情，然后察觉不对，你这是奶牛也不是耕牛啊，带回来有啥用啊？说是这么说，汉子还是没忍住想上手摸摸。去，别乱摸，这是我家的牛，吓到他你们赔啊。方彤在一众人艳羡的目光下牵着牛进门。芝芝，
快去拿个盆过来，咱们盛点水给牛喝。闻言就立马小跑去盛水。小丫头手里端着一盆水，看着那比她大了好几倍的牛，莫名的有些小心肝颤颤。娘娘，快喝吧。牛的眼睫毛可真长真漂亮，以后她长大睫毛也会长的，最起码要和牛的睫毛一样长，好看。方彤瞥了一眼闺女，任由她和牛玩，自个去门口和那群凑热闹的人吹嘘。哎，我跟你们说啊，这牛啊，一般人可拿不到。这是我们一个哥们那弄的。哎，你那哥们啥人呀？养得起牛，那得是大户人家呀。嘿嘿，我那兄弟是个牙人。兄弟几个你一言我一语的，众人算是明白了怎么一回事。这奶牛啊，要不是看我那哥们的关系，这一般人哪能租回来呀？老三厉害呀！本来只当方彤的兄弟都是游手好闲的混混们，没想到这家伙真有点能用得上的人脉关系。话说你这牛是租的，得多少银钱啊？不过他是打算租耕牛，租个10天半个月，把自家东小麦种了再还回去。1个月70文，这么贵？娘嘞，1个月这么多文钱够全家吃多久了？我说这也太亏了，老三呀，你租个奶牛回来干啥？也不能下地哟。那黄牛多稀罕呐，人家能往外租，那就怪了。只觉得方彤脑子有病，家里都吃不起饭了，还花这么多钱租个不能干活的牛。方彤啊，不是俺们说你，你这属实有点败家了，也不怕媳妇儿嫌弃你呀。还好不是我家追的你。就算牛不是偷的，租奶牛哪是他们泥腿子能干出来的？我男人用不着你嫌弃。啊，去，你也不看看你家啥条件，老子入赘也轮不到你家。都走吧啊，别看了，这地里的活干完了吗都？说完把钱娘拉进院子，直接把门给关上了。可不是嘛，自家活还多着呢。这牛真花了70文啊！走，咱们进屋说。等一家人到了屋里，关上门。租金没那么贵，1个月才30文，也就是我有关系，不然这价格一般人可真租不过来。这30文也不少啊，那租奶牛干啥用啊？产奶呀，放心，就租3个月，产的奶呀，咱全家喝。尤其是阿燕的腿不是断了吗？咱们平时吃的又没啥营养，喝点牛奶给孩子补补。大伙都说方彤是个混不吝，可他对家人这份贴心，村里哪个男人比得上？钱凤平看了看院子里坐在轮椅上少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正是正午日头热的时候，方彤一路走回来又累又热。你先回屋歇着，我去准备饭菜。中午的菜依旧是粗粮大饼和咸菜配着水吃。方南枝啃了几口大饼，时不时扭头好奇地朝院子里看去。爹爹，咱们什么时候去挤奶呀？吃完饭就去。哦。不一会儿，小丫头看着手上的大饼若有所思。爹呀，牛吃饼吗？他不吃，牛吃草的。你安心吃你的，待会儿啊，爹去割些草喂牛。哥哥，你说牛热不热？爹，你怎么还没吃完？果然有句话说的没错，这个年纪的孩子狗都受不了。走吧，祖宗，挤奶去。好耶！方南枝颠颠地跑过去，母子俩在后面随后跟上。爹，你会挤奶吗？开玩笑，这世界上就没有你爹我不会的事情。方彤语气十分自信，洗干净手后撸起袖子，伸手向奶牛的储粮袋开始上下挤。他也不是盲目自信，因为之前他特意和他那干牙人的兄弟讨教了一手的。看吧，都洒出来了，小心这些。那个意外啊，这次啊我会看着点，肯定不会洒的。爹爹，该我了，给我试试。连手都洗好了，要是不给挤能成？好，让你来。方南枝趴下搓了搓小手，四下观望，选中了一个心仪的头，小手就伸出去小心翼翼地捏，在几人期盼的目光下，就滴下了1-2滴牛奶落在木盆里，看着可怜极了。芝芝，让我来，给我试试。方南枝也无奈让位，方银那双大手才刚捏上去，一股奶流便喷射进木桶里。与此同时的是母牛哞哞的惨叫，当即就撂蹶子朝着方银踢了过去。好在方彤眼疾手快，立马给二哥拉了过来，这才让他躲过一劫。牛坏，踢我不挤。好，不让你挤，你到旁边看着。这小子下手没个轻重，这待会儿等牛缓过来，我试试。说罢，他拿上镰刀，趁着这一会儿去外面割了点草回来。在乡下，草不难割，没一会儿他就满载而归。钱凤平小心翼翼地用手拿着给牛递到嘴边，那牛倒也是很给面子，闻了闻便张嘴吃。钱凤平松了口气，牛乖乖哦。很快确定了牛的情绪不那么焦躁了之后，便试探地上手摸了摸它的奶头，见牛没有要撂蹶子的样子，才继续两手轻轻一捏，一股牛奶便顺着往桶里流，而且牛也没有动作，还继续吃草，奶白色的汁水足足挤满了一个大木桶。哟，
这得有10斤了。爹爹想喝，等会儿再喝。我那兄弟说了，这牛奶啊不能生喝，要煮熟。方彤拎着牛奶直接进了灶房。钱凤萍刚忙完过来，哎，这牛奶还用搅吗？我也是听说的，说是这不搅啊会粘锅底儿，反正也是闲着。你都累了半天了，这活我来干就成，你坐那儿歇会儿，等着喝就成。门口处，方南之和方银不知道什么时候搬了3个小凳子，两人一人坐一个，旁边还有个自带轮椅坐的秦燕，被方南之硬推着过来的。3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门口等奶喝。见钱凤萍看过来，婶婶坐这儿啊，一定要坐在这里等吗？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不好意思服了小丫头的心意。好，等奶4人组。屋内柴火烧得旺盛，牛奶一加热，香味更浓烈了。方彤把火熄灭了，转身从橱柜里拿出5个碗，每碗都盛上牛奶加一部分奶皮，放在餐桌上。晾一会儿吧，现在有点烫。我不怕烫。爹爹，我拿勺子吹了喝。我也是。那也行。钱凤萍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吹了吹，入口后舌尖上是从未感受过的醇香。秦燕也被这味道征服了。这锅里还有不少呢，都多喝点，不然剩下呀要坏掉的。一家子气氛温馨而和睦。而另一边，方金一家也聚在一起。咱家也种冬小麦。这些日子虽然肚子里饿得难受，但好歹能闲着，每日睡醒就是躺。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是同意种冬小麦的，虽然苦了点，但为了活着。那二弟呢？就让他在老三那儿待着了。以往下地干活就属方银干的最多，他要是不来，他们得干多少活？你还好意思说？再咋样，这二弟也是我兄弟啊，你咋能那么多天一口饭都不给他吃啊？哼，要不是因为你太过分了，二弟也不可能走。二弟以前干的活去，以后都由你干。哼，要不是因为你太过分了，二弟也不可能走。二弟以前干的活去，以后都由你干。明明他这么做的时候，方金也看见了，但那会儿一句话都没说，分明就是他默认的。儿子不孝，父师在即，得在家里头读书了，到时候就辛苦爹娘，带着家里人劳累了。不辛苦，你是读书人，种地的事儿本就不该你动手。你马上就要考府试，然后就是院试，都过了，那我儿就是秀才，到时候我可就是秀才爹。种地这点辛苦算什么呀？方金，他这个便宜养父，如今都一把年纪了，才只过了县试的废物，也就方老爷子这个蠢的把他当宝，也不知道伯府什么时候来人接他。一日一早，因为人手紧缺，方晴雅也被何氏带到了地头去。方家人到的时候，方彤3人都已经在田间干活了。虽然排了水，但地里面的土还是太湿，得翻出来晒2天再重新翻。翻过来后平地、犁地，最后才是下种。总之，这农活短期内是忙活不完的。小丫头推着秦燕，两人在树荫下玩。秦燕从断腿后就很少出村了，唯一一次出去还是被方晴雅约出去。她以为对方想退亲，也不想耽误人，便应了下来，结果便得了算计。方彤是觉得秦燕人总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时间久了都要闷坏了。哥哥，你看我抓到虫子了。不是，谁家小姑娘老抓虫子玩啊？厉害，不过这虫子有毒，赶紧丢掉。啊？没被咬到吧？把手伸过来洗一洗。方南之摇摇头，乖巧伸出手。以后别乱抓虫子，这是幼炎，你要是被咬了，手会发红，然后疼好几天的。可是有的虫子能吃的，爹爹还带我抓过知了呢，烤了吃可香了。那就除了知了，旁的都不许抓。秦燕看着他，吱吱听话。每次他一这么笑，方南之就要多练20个字。我不抓了，我不抓了还不行吗？阳光下，少年笑起来，一双眼眸微弯，甚是养眼，也把不远处的方晴雅吸引住了。该说不说的，秦燕长得是真好看，虽然人冷了些黑了些，但那双桃花眸看人的时候温柔又缱绻，放到现代也是妥妥的男明星级别。可惜了，秦燕是个村里的汉子，又是个瘸子，配不上他这个伯府千金。不过看见秦燕这么宠方南之，他心里也莫名不爽。方晴雅挺起胸膛，打量一下自己和方南之，很好，自个是漂亮的那个。少女微微昂首，朝着两人走过去。哼，芝芝，好久不见。堂姐，你笑得好假。以前在方家，堂姐总偷摸用白眼看他，偶尔几次对他笑，不是想骗他头花，就是想骗吃的。方晴雅的笑容僵硬了一下，而后便当没听见。秦哥哥，好久不见了。方晴雅咬着唇，我们的亲事闹成这样，并非我本意，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便你受了伤，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真能装。以往腿没出事时同在一个村，他是接触过方晴雅的，
勤快但懦弱，可远没有现在的心机手段。秦哥哥，你的腿怎么样了？我倒是知道几个对腿有用的法子，每日捏腿上的几个部位，对你的腿有帮助。说着，少女就要伸手去示范捏腿。上辈子各种按摩视频可不少，这是她闲来无事学的。够了，男女有别，你自重。不过一个长得好看些的泥腿子，她是伯府小姐，肯屈尊降贵帮她还不领情，活该她受着腿伤好不了。既然秦哥哥不愿意原谅我，就算了。走的时候，余光瞥见方南之，总觉得那丫头片子在看笑话，心里一个不爽，佯装不经意撞了上去。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方南之气鼓鼓，秦燕立马伸手去扶，见他手都摔破皮了，有些心疼。方南之才站定，挥着手就要朝着堂姐揍过去。爹说了，被人欺负了就要回击，糊涂蛋才吃亏呢。但秦燕拦住了他。方清雅，你什么意思？秦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他没站稳。活该，一个古代赔钱货，却处处受人疼爱，凭什么？她这个穿越女才应该是天之娇女。下一秒，推着轮椅，咕噜便重重从方清雅脚上碾压过去。方清雅疼得直跳脚。方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堂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真是个孩子，得意也不用这么明显吧？你们联手欺负我！小妹，你怎么还不过来干活？以前这丫头片子他们随便打，后来爹娘就不让了，方清雅就更懒了，时常不干活。方清雅没办法，她知道自个的俩哥哥不喜欢她，何氏更是见了好处才热情，所以不可能帮她出头。疼不疼？回去给你上药。这是指刚才她摔倒那一下。不疼的，我以前也经常摔，没事的哥哥。方家和秦家的田地离得并不远，因此方清雅也能感受到身后的视线。你看什么？烦不烦？见方南之小跑过来，你要干什么？堂姐，你这是新衣裳吗？可真好看呀。是。可是这么好看这么干净的衣服，一夏天全脏了，唉。说完，小丫头摇头晃脑跑了。其实她只有这一身好衣服，原主的其他旧衣裳都是大补丁勒着小补丁的，这身衣服还是伯府人来过后才她给买的。可是不干活也不成啊，想着她把裤脚往上撩了撩，倒是没露小腿，只是让裤脚不垂地，这下才放心拿起锄头继续干活。才刚没挖2下，下一秒脚踝处传来一阵剧痛，她一抬脚，一根黑黝黝的水蛭正一缩一拉的往她肉里钻。有虫子！有虫子！爷奶，你要帮帮我！哥哥，你快看！堂姐变蠢了，泥地里有水蛭是常事啊，明明以往堂姐也知道的，只是自打伯府的人来过后，堂姐许久不干活，她只不过提了一句衣服容易弄脏，方清雅便把水蛭的事忘在脑后了。何氏只觉得闹心，她上前看着闺女小腿上一动一动的水蛭，直接伸手把水蛭用力拔出来。你轻点！说话间，何氏已经把水蛭拔出来了，嫌弃的丢进田里。丫头片子就是没用，不过面上还是得维持着关心。雅晴啊，既然伤着了，那你就回家休息吧。啊，少了一个干活的，她就又得多干点。好，娘，那女儿先回家了。转过头的瞬间，少女赶忙低头，遮住眼底的委屈和恨意。她看得出来，刚才何氏伸手拽的时候，一点也没手下留情。她穿越过来，这个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过她，但方南之却有。之后一连几天，方清雅都借口受伤没在地里露过面。秦家这边倒是进度很快，晒过后，平地、犁地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如今就差下种了。可家里有了新的忧愁。许是因为奶牛在秦家适应了，吃的草也是每天新鲜割的，产奶一天比一天多。前几天还行，他们一家努力还能全部喝完，但现在一天能产20多斤的牛奶。家里牛奶越来越多，哪怕是全家当水喝也喝不完。这么些年了，还是头一次为食物解决不掉发愁。要不送人吧？哎，不行不行，那怎么能行啊？我花钱租的牛，哪能便宜了别人？两人在外面商量着多余牛奶的去处。方南之坐在床上放空，说是放空，实则准备在和系统抽盲盒。这些日子总去地里，又发现了2株新的野草。他算了算，刚好凑齐了10次抽奖机会。抽奖10连抽！正在为宿主抽奖，小康10连抽，抽取中。吃的，软糯肘子，清蒸河虾。恭喜宿主获得肾宝丸1。是药啊，没关系，再看看，肯定能抽到吃的的。恭喜宿主获得肾宝丸1，目前积攒2颗。
小家伙捏了捏拳头，继续等待下一个。第3个依旧是黑黢黢的丸子，方南之依旧期待。第4个、5个、9个都是肾宝丸，方南之最后的期望都放在第10个盲盒上。恭喜宿主获得神秘点心方子1。方南之现在看到字就头疼，不会有人一直倒霉，除了他。不过方南之很快就振作起来，倒霉？他哪里倒霉了？能认识系统哥哥已经是大运气了。想着，他欢快地拿出点心方子，神色认真地端详了一番。看出什么了？字很好看。他三字经都没学完。所以系统哥哥，这是什么方子呀？牛奶制品。他家刚好有牛奶啊！4舍5入，他还是抽到了吃的。他颠颠地拿着纸跑出去找秦燕哥哥帮忙看看。院子里，要不问问谁家能买牛奶？你看咱村谁家能出得起钱？家家户户都没粮吃了，哪还能拿钱出来买牛奶？就算有些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家，也不会在这个关头买。方南之听了一耳朵，便立马把方子拿了出来。哥哥，你看看这个。秦燕接过方子，扫了一眼上面的字。你从哪儿来的？糟了，刚才一着急，忘了系统的事不能和秦燕哥哥他们说。方彤背对着娘俩，朝着闺女挤眉弄眼。在小盒子里找到的。盲盒也是盒啊。啊，对，这纸条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芝芝娘的遗物。这么一说，秦燕倒是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了。这到底是啥呀？算是一种糕点食谱，叫蛋糕，刚好是用牛奶来做的。那好啊，正愁牛奶多呢。哎，咱们快试试。首先准备6个鸡蛋，白面半斤，牛奶半斤，盐半斤，白糖8勺，